江时院出身彪悍，不过是可怜他才和他多说了几句话。他要是生了旁的心思，那真叫人作呕。我不要沈律初了，我愿意接受联姻，嫁入裴家。小姐，可是今日的寿面不合胃口，嬷嬷这就叫厨房重新做。小姐，可是奴婢做的寿包太丑，让小姐不悦了吗？不是，是我不喜欢沈律初了。真的？啊，这么高兴？真的，不要了。好，嬷嬷这便去约见裴家。秦嬷嬷虽然狐疑，但是立马去信宫中。第2日便约了裴家在京城最清幽的茶庄满庭春见上一面，像是生怕江时院会反悔似的。朝廷体恤江家，追封父亲为镇国大将军，母亲为传奇将军，但是江家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孤女，到底是个空架子。他能攀上裴家这门亲，全靠他姑母江贵妃。姑母不仅在宫里照应着家里，对他这个侄女儿更是百般疼爱，但凡他开口要的东西，就没有一样不应的。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和沈律初的婚事。院儿，此人并非是良配，姑母在帮你寻找别家的公子。姑母看人还真是准，相识10年，嘘寒问暖3年，最后却换来那样一句诛心的话语，真可笑啊！姑母为我遮风挡雨这么多年，我也该懂事起来，为姑母分忧了。裴氏，京城世家之首，裴氏子弟遍布朝野内外，全是非同一般。也是他运气好，裴家英才辈出，却偏偏有个混不吝的孙子裴子野，天天走鸡斗狗，游手好闲，不管是年岁还是性格，与他倒是相称。不知道这位裴小少爷私底下好不好相处？江时院坐在厢房的竹椅上，正低头思索着和裴子野的婚后生活。一道颀长挺拔的身影，背着光，带着深秋的冷肃，阔步进来。他40刚下朝，身上还穿着一袭笔挺的官服。你怎么来的是裴子野的小叔？裴子野呢？今天不是我们相看的日子吗？裴彻是裴老夫人的老来子，时年虽只有26，却早已拜相入阁，官居太傅。裴大人一个人来的？裴彻的视线从江时院低垂的头上移到他身前咬了一半的桂花糕上，最后收回。我可以全权做主。请喝茶。裴氏上下对这门婚事没有异议，若将军府也无异议的话，婚事就定在下月初8吧。啊，这么快？今天才相看，下月就成亲，这才不到1个月时间，这未免也太快了吧？因为是联姻，所以一切从简吗？不愿意吗？没有，我愿意。那便这样定了。作为婚事仓促的补偿，聘礼我们会准备2份，裴氏1份，我出1份。啊！江时院又是一惊，早就听闻裴家孙少爷裴子野和自己小叔关系亲近，但是没想到这么亲近。裴子野成亲，裴彻这个当小叔的居然单独为他出1份聘礼。我还有些公务，今日就先到这儿。小姐，快去送送裴大人。快去，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早点熟悉熟悉。也对，听说裴彻虽然不是裴家家主，但在裴家极有权威。若是能和这位小叔亲近亲近，那婚后裴子野定然不敢在他面前太撒野。江时院平素活络，一见着裴彻那身官袍就哑了火。平素在家喜欢做什么？昨晚听说要相看的时候，江时院稍稍准备了一下，包装修饰一下吗？他懂的。最近在跟着学管家，闲暇时会读读书，研究研究厨艺。是吗？江时院像是被瞬间看穿，立刻犯怂，倒豆子一样如实交代。如果画本子也算书，胡吃海喝也算厨艺品鉴的话，我确实颇为精通。
喜好不分贵贱，怡情自娱，能把自己哄开心，也是个极为难得的本事。以前您可不是这样说的。我以前怎么说？您说玩物丧志，低级趣味，还是当众说的。他有这样说过他吗？那是我说错了。啊，我没听错吧？天之骄子，国之栋梁，裴天才彻，说他错了。他再一次错愕地抬起头，裴彻已经下了台阶，走向自己的马车。小叔慢走。裴彻上车的身形一顿，回头视线幽深地看了姜时渊一眼。怎么，说错话了？裴彻最终只是点点头，没再说什么。目送裴彻离去之后，姜时渊立刻飞身折回厢房，迎面突然走来一群人。姜时渊，你也是来给黎洛庆祝生辰的吗？怎么来这么晚？我们都结束了。姜妹妹好，刚刚我还问绿初，你今日怎么没来？见姜时渊看着自己的香囊，苏黎洛嫣然笑道：今日我生辰，沈公子包了半个满庭春为我庆祝生辰，还要送我生辰礼。我觉得太破费了，就没收礼物，只要了沈公子一个香囊。众所周知，这个香囊是姜时渊送给沈绿初的，里头还放着他千里迢迢从豫州求回的护身符。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文殊菩萨除了保学业还保不保姻缘。姜时渊淡淡的转身从他们面前走过。绿初，这是怎么了？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难得的集会，姜时渊没有出现在沈绿初的身边，这就已经很稀奇了。方才姜时渊竟然连看都没看沈绿初一眼，这在从前是绝无可能的。我知道了，昨日是姜时渊的生辰。沈绿初望着前头头也不回的身影，心中莫名有些烦躁。是吗？我不记得了。怎么会不记得呀？9月9，很好记得呀。重阳节是姜时渊的生辰，就是昨天。周景深不由得看了苏黎洛一眼，这区别对待未免也太明显了。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论起来，他们认识姜时渊比认识苏黎洛早得多。姜时渊无依无靠，家世是弱了一些，可是他为人活络，又体贴，又任劳任怨。年少时帮他们抄书，出了书院之后更是帮过他们很多的忙，这么多年再怎么说也是个熟识的朋友。哼，不都年年这样吗？不是因为生辰的事儿，那是因为什么呢？啊，这该不是姜妹妹送你的吧？抱歉，我不知道是姜妹妹送的，我看姜妹妹好像误会了。沈公子放心，我现在就去找姜妹妹解释清楚。哼，你喜欢就留着吧，我不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况我高中靠的是我自己的真才实学，无能之人才会迷信鬼神之道。话落，沈绿初径直走了。沈绿初浑然不放在心上，但是脑子里却是不受控制的想起前日他在书院与人谈笑时那抹一闪而过的身影。昨日是姜时渊的生辰，他来书院找我了，他听到了。哼，听到了又如何？我说的本就是事实，我就是看他可怜，才主动过去跟他多说了几句话。我可怜他，他若是妄想其他，那真是贪得无厌，怎叫人不恶心不作呕？去城东百味坊买一盒点心，送去将军府。狮子是要给姜姑娘送点心吗？那要买什么口味的？沈绿初又愣住了。姜时渊熟知他的喜好和忌口，可是他呢，却只记得姜时渊念叨过百味坊的点心可口，姜时渊的喜好他全然不知。哪儿这么啰嗦？随便买一些便是。也是，平素世子爷随便给点什么，姜时渊都能乐开了花。这要是知道世子爷特地给他送糕点，那不得感恩戴德啊？是。世子爷，不凑巧了，小的号角刚到百味坊，
前脚百味坊的点心就被人包圆了。你不会报身份，让对方匀一盒吗？小的报了，但是对方不搭理，还说那是给他们未过门的新夫人的，不能少。对方是哪家的？是梧桐街的裴府。润儿，你觉得裴大人如何？江时苑不知道秦嬷嬷为何会问起裴彻，他对裴彻的敬畏根深蒂固，如影随形，因为他人生第一次挨打，就是因为这个男人。那是10年前，他还在鹿鸣书院读书，就因为他在课堂上开了个小差，就被裴彻叫起来，当众打了一手板，还把他的东西给没收了。裴彻说，他不觉得读书只是男子的事儿，也不觉得读书只是为了科考名利，读书可以修身养性，坐在他面前的不分男女，懈怠便要被罚。江时苑被当众打了一手板，他再也不敢散漫，学了有史以来最认真的一门课。半年结业的时候也不负所望，得了全优第一。半年结业的时候也不负所望，得了全优第一。但是总的来说，江时苑对裴彻还是畏惧大于敬仰。现在他时不时的还会做梦，梦见自己在喧闹的宴会上，在闹市大街上被当众提起来。最离谱的一次是，他梦见自己成亲了。洞房花烛夜，他娇羞地蒙着红盖头，满怀憧憬地等着自己的新郎官。忽然盖头被一杆戒尺挑起，那个铁面无私的男人穿着一袭大红的喜服，手握戒尺，居高临下站在他的面前，薄唇微勾，对着他说：伸手。不过反正我也不是跟裴彻过日子，有这样一个有原则是非分明的人当长辈，其实也挺好的。以后我要是跟裴子也出现矛盾，也不至于被欺负得太惨。裴大人很好，有他在，我很安心。是吧？你姑母给你找的亲事怎么会差？既然姑娘没意见，那嬷嬷就去给贵妃娘娘回信去了。只有1个月的功夫，得赶紧把小姐的嫁妆清点出来。若是3年前这婚事就成了，我这会儿子都能抱上小姐了。裴太傅那样的天资，姑娘那样的绝色，2个人生出来的孩子那得多好看。小姐，小姐，裴家派人送来庚帖了。庚帖？这么快？正是呢。还没见谁家义亲这么着急，上午相看，下午就送来庚帖，想来是极为中意自家小姐的。就是嘛，这个裴太傅果真是个有眼光的，不像是有些瞎了眼的蠢物，不知好歹。我家小姐美若天仙，聪慧绝伦，这京城里都找不出第2个，谁会不喜欢？除了庚帖，裴家还有人送了好些东西呢。百味坊的点心，还有这个，准姑爷特意交代，一定要交到小姐手中。难道我随口说的2句话，真有人放在心上了？江时苑打开，眼睛猛地一亮。京城最时兴，因为尺度过于大而一度被封禁、一书难求的《簪花记》。你别看它名字普普通通，那只是障眼法，里头的内容那真是一看一个不吱声。那裴子也不是一无是处嘛，搞闲书挺有门道的。江时苑这会子才真的觉得这门婚事是真不错。江时苑刚到门前递了请帖，门内立刻迎出2个年轻的姑娘。2个姑娘，一个紫衣花裙稳重大气，一个粉裙霓裳活泼可人。你们老裴家的眼光怎的这么好？全京城最漂亮的一枝花，就这样被你们悄无声息偷回家了。喂，什么叫做偷啊？表姐这话讲得好没道理。哇，小婶婶的手好细好软啊！小叔摸过吗？小叔那么古板无趣，估计除了自己娘亲老子的手啊，连小姑娘头发丝儿都没碰过呢。我比小叔醒目的。这还不是偷吗？800年没动静，突然就说要定亲，火急火燎这架势，
像是巴不得今天定亲，明天就拜堂把人娶回家了。那怎叫偷？那分明是叫抢。叶婉宁一直以为裴小叔这样疏离高冷的人会孤独终老一辈子，可是谁能想到这老房子也有着火的一天，还烧得这么旺。叶家姐姐也别笑我，姐姐这只金棍十里飘香，也不知道要便宜哪个折桂偷香的小郎君。牙尖嘴利，以后裴簪雪斗嘴有伴了。笑。话到嘴边，裴簪雪瞥见江时院红彤彤的小脸，连忙打住。小婶婶脸皮又这么薄，姐姐身上好香，好好闻啊！姐姐用的什么香啊？这么个香软美人在怀，裴簪雪光是想想就很嫉妒，嫉妒小叔。出来匆忙，没准备什么像样的东西，一点点熏香送给叶姐姐和裴妹妹。江姐姐，这还不像样，这可是灵犀香。我的天，江妹妹你哪得来的？你知不知道，为了这香，我让人在沉香坊守了2个月了，每次都没能抢到，我正恼火呢。上回表姐还说，要是再买不到这灵犀香，就要派人去把沉香坊的坊主给接回来，然后让他当面给自己调个10盒百合。江姐姐，你救了沉香坊坊主一命。上回表姐还说，要是再买不到这灵犀香，就要派人去把沉香坊的坊主给接回来，然后让他当面给自己调个10盒百合。江姐姐，你救了沉香坊坊主一命。叶姐姐若还有喜欢的，尽管告诉我，我再给姐姐送来。那江妹妹能不能替我转告沉香坊坊主一句话？叶婉宁非常喜欢沉香坊的香，也有心想结识沉香坊的坊主，但是这沉香坊的坊主从来没有公开露面过。算是吧，我恰好有那么一点点门道。江妹妹认识沉香坊的坊主？什么话？让他以后走路小心点儿。虽然已经有了灵犀香，但我还是想劫持他。谁叫他把香调得这么好，不要命啦？江时院之后，时不时就会想起这个午后，秋风送暖，馥郁香树之下，他们3人初见。这里头藏着他们想结识的人，也藏着他想结识的人。裴公子平素在家喜欢做什么？这话一出，江时院只觉得莫名的熟悉，愣了愣才想起，这是裴彻昨日问他的原话呀。昨日裴公子送了我些东西，我很喜欢，我想着给裴公子也回一份礼。裴公子，好陌生的称呼呀。自从小叔官封太傅，满京城谁见着他不喊一声裴大人？小婶婶喊公子，是不是嫌小叔年纪大？江姐姐干嘛这么客气啊？马上就是一家人了，不用分得那么清楚。心意还是要回的。那江姐姐可以送些古籍典书之类的。裴子也这么纨绔的一个人，品味竟然这么高雅。江时院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可是又不好追问。果然，小婶婶嫌弃了。其实江妹妹，好巧啊，你今日竟也在。不过短短3年而已，真可笑。簪雪妹妹也在呢。裴簪雪怎么会跟江时院坐在一起，还有说有笑的？簪雪姑娘认识江妹妹？以前不认识，现在认识啦。不仅认识了，以后我们还要天天在一块儿呢。裴家家门显赫，他3番5次的接近裴簪雪，裴簪雪每回高冷的连话都不想和他多说，这怎么和江时院才见一面就好成这样了？真是难得见江妹妹出来敷衍游玩。待会儿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几个姐妹认识认识，再带你四处转转？叶家大小姐与我交好。红豆的白眼儿都翻到天上去了。说再说，全京城就属他苏黎路爱跟小姐别苗头，但凡是我家小姐看上的就一坨屎，他都要过来横插一脚。偏偏那个沈律初又是个狼心狗肺的，这几年小姐可没少因为这对狗男女受委屈。哎呀，不过好歹苦日子到头了，小姐已经另择高枝了。裴大人多好呀，有权有势，还对小姐上心。哼，狗男女等着瞧吧，等着看到我家太傅夫人痛哭流涕，追悔莫及去吧。江姐姐
跟苏小姐很熟？不熟。江妹妹跟谁都不熟，江妹妹一心扑在沈家世子身上，哪里顾得上交朋友？说来奇怪了，江妹妹今日怎么没去缠着沈世子？又是这样，红豆气得牙痒痒。上一次在沈律初的宴会上，苏黎洛就是这样奚落夫人是悍匪出身，嘲笑江家家世低，气得小姐把苏黎洛直接摁进了水里。以前瞎了眼，看错了人，前几日刚治好了，自然再容不下脏东西了。苏小姐喜欢尽管拿去，不必特意过来知会我。你说谁是脏东西？江时院竟然说沈律初是脏东西，还一脸嫌弃的表情，他是疯了吗？你要是没听见，就找大夫看看。年纪轻轻就聋了，怪可怜的。顺便也看看脑子，别像一条疯狗一样，见着什么就想抢。江时院竟然说他是疯狗，谁给他的胆子？簪雪，我想去那边看看桂花。好啊，我陪姐姐转转，除了桂花，表姐院中还有开的顶好的墨菊，待会儿给姐姐送2盘。你什么时候跟我表姐交好了？我怎么不知？苏黎洛那铁青的脸忽然又涨红起来，裴簪雪收回视线，拉着江时院头也不回的从苏黎洛的眼前走开了。苏小姐有病就快去治吧，可别耽搁喽。苏黎洛紧紧咬着下唇，扭头快步走出了宁德侯府。他气冲冲上了自己的马车，去文远侯府。沈律初像往常一样，此次春闱，我必要一举夺魁，扬名天下。我不要做第2个谁，我要做第1。江时院这下该满意了吧？他要再置气，那真是得寸进尺，恃宠而骄了。今天他来过了吗？世子问谁？世子爷是烦闷了吗？说起来，江家小姐已经好几日没有来找世子了，要让人去请江小姐过来一趟吗？不用，下次他再来，直接给我挡门外，不准他进来影响我读书。苏家大小姐来了也可以。苏黎洛进了门，二话不说就将那只金簪还给了沈律初。律初，这玉簪我不能要，你还是送给江妹妹吧。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感觉江妹妹很喜欢这簪子。小姐，您都受了委屈了，干嘛还要听那江时院之言？沈世子，今日我家小姐在宁德侯府遇见江大小姐，我家小姐什么都没做，江小姐只盯着我家小姐簪子，当众人面就开口去骂我家小姐是疯狗，见什么抢什么。沈世子，您可得要替我家小姐做主，这簪子明明是您送给我家小姐的生辰礼物，怎就成了抢的？我们家小姐满心委屈，路上哭了一路呢，眼睛都要哭红了。知春，不要多嘴，这里头许是有什么误会。江妹妹不是这样的人，江妹妹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不是啦？小姐忘了吗？3年前她大冬天把你摁在池子里的事情了，至今她都没跟您道歉呢。我当初就该逼着他跪下，直接磨掉他的倔强。这次不能再任由他胡作非为了。墨雨，去把江时院叫过来，我要他当面向黎洛道歉。是，那江小姐要是不来呢？她要是不来，你就告诉她，以后再也别想进我们沈家的门了。江大小姐，我家世子要见你，你赶紧的。想见我，先让你家世子爷递名帖来。他说什么？递名帖？他的意思是他家世子爷想见他，还得设宴邀请。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江大小姐，你可别后悔，我家世子爷说了，今天你要是不去，以后就再也别想踏进文渊侯府的大门了。那正合我意，顺便回去转告你家世子一句，我要成亲了，请他自重，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墨鱼嘴巴大张，大的能塞下一个鸭蛋。他没听错吧？江时院要成亲了。小姐啊，你真的不要沈家世子啦？怎么，你还以为我是开玩笑？裴氏那样的人家是我能拿来开玩笑的吗？主要就是小姐的决定好突然啊！你之前还说非沈世子不下，你现在又突然说不要了。到现在奴婢都有点恍惚，还以为您是要学着那些话本子里玩玩什么欲擒故纵的什么宫心计之类的呢。你就当我玩腻了，
浪子回头，收心了。你家小姐素来是拿得起放得下，潇洒得很。江姐姐，江时院回头，只见裴簪雪和叶婉宁从大门内追了出来。抱歉，招待不周。下人跟我说你要走了，我连忙追了出来。江雪说我家没什么像样的，就这墨菊开的像样，宋美人最适合。没有的事，我看姐姐忙就没打扰，没想到还是打扰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好舍不得江姐姐。改日我下帖邀2位来将军府玩。好啊好啊，听说你们将军府有一张老虎皮，连虎头都是完好无损，摆在那儿就跟活的一样，威风凛凛的，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以前可是我们猛虎寨的镇寨之宝，昨日嬷嬷盘点库房，还说要拿出来给我们家小姐做嫁妆呢。那我倒也不用特意跑去你们将军府看了，我在家等着就行啦。江时院脸色微红，没觉得不舒服，反倒是心里一暖。今天整个宴会，不管是苏黎洛故意挑拨，还是其他人阴阳怪气，裴簪雪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对江家的轻蔑。天色不早了，今日多谢叶姐姐款待。正说着，迎面驶来一辆马车。我来晚了啊，宴会已经结束了吗？江时院的视线顿时全落在裴子野的身上，正主终于来了。看裴簪雪这么谄媚的模样，就知道眼前这位就是他家即将过门的小婶婶。希望小婶婶进门之后能管住小叔，让小叔不要对我太严格。江时院见裴子野见到自己，表情立刻认真起来，还腼腆地对自己笑了笑，比那想象中好太多了。裴家人就没有一个长得孬的，但是集天地之中秀的要数裴家小叔裴彻，但是集天地之中秀的要数裴家小叔裴彻。也不知是什么人能把这位清心寡欲的裴太傅拉下神坛。江时院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裴彻的那张脸，那样冷肃清贵的脸，红着眼睛跪在床前，嘶哑着声音哀求：阿月，你看看我。江时院的心猛地打了个哆嗦。要死，把自己带入昨天画本的女主就算了，但把自己带入女主，还把书里的男人带入了裴太傅，我是疯了吗？像裴彻这样冷酷无情的人，就活该孤独终老。要回去了。小叔，江时院下意识地往裴子野那边挪了挪。裴彻看着他低垂的头和紧挨着的裴子野的距离，再一次问：要回去了。裴小叔待他这个侄媳妇儿这么客气吗？要回去了。裴小叔待他这个侄媳妇儿这么客气吗？是。我送你。不用。最近京城出了一伙盗匪，以防万一。那就麻烦裴公子送我一程吧。让堂堂太傅给他护驾，他不要命了。江时院说完，所有人都齐齐地看着他，又齐齐地望向裴子野。我可以送吗？裴彻没说什么。去吧。裴彻在裴家的话语权未免也太大了，裴子野连送个人都需要裴彻点头。裴子野骑着马，又从叶家带了2个家丁，跟在马车的后面护送江时院回府。等，这个江姐姐刚才喊裴子野什么来着？裴公子？那她方才打听的也是裴子野的喜好？江姐姐该不会以为自己嫁的是裴子野吧？不是吧？这怎么可能？这么大的事情，江家怎么会搞错？文远侯府，江妹妹素来都看我不顺眼，她对我有意见，说我什么都没关系，但她不该当众对世子你出言不逊。她说我什么？沈世子，那江时院当众辱骂你，说你是脏东西。她说是什么脏东西？好呀，江时院，几日不见，胆量见长。是的，他就是骂世子你是脏东西，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沈世子，待会儿呢，你可得要好好罚他。知春，多嘴。江妹妹是将军府千金，其实你说罚就能罚的。哼，她算什么千金？土匪窝里出来的小土匪。若不是看她可怜，我连话都不会与她多说一句。待会儿等她来了，我定会好好教训她一番，然后给你道歉。怪我多嘴，
我不该说的，世子你别气，江妹妹那句话或许是无心的。哼，生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江家无权无势，母亲身份又劣迹斑斑，她拿什么跟我争？不自量力！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江时苑呢？江小姐没来，她说世子若是想见她，先往将军府下帖再说。我去见她还需要下帖？她在这儿摆什么谱？江大小姐还说她还说什么？快说！啊，江小姐还说她要成亲了。她要成亲了？是的，江小姐说她要成亲了，还说让世子爷您自重，不要再去打扰她了。成亲？她跟谁成亲？愚蠢！去告诉她，她要是成亲，文苑侯府一定给她送上一份大礼。这头，裴子也对这位小婶婶是一点都不敢怠慢。裴公子，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尽管问，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裴公子有喜欢的人吗？啊？裴公子若是有喜欢的人也没关系，家里要是同意，我也不会反对，你不用担心。联姻嘛，江时苑不会强求太多的。裴子也直接被问傻了。你要是想反对，那也不是不行。他是谁呀？他是裴彻的太傅夫人，他老爹拿命相搏，只要他跟着小叔历练2年，他的小命可全在他家裴太傅的手上。他一个小辈，定是对他这个太傅夫人唯命是从，马首是瞻。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裴子也想和他做一对恩爱夫妻，发展真感情？江时苑安全抵达，裴子也不好再逗留，转身告辞，打马带着人离去。知春，我没看错吧？刚刚护送江时苑的是谁？奴婢看着是裴家的孙少爷裴子也。江时苑说他要成亲了，苏黎洛是100个不信，这欲擒故纵的计谋也太拙劣了。所以从沈家出来之后，他顺道就拐到了江家。难不成江时苑真的要成亲了？他成亲的对象是裴子也？小婶婶好风趣啊！她问我是不是有喜欢的人，还说我要是有喜欢的人，她也不反对。裴彻抬起头，没说什么，手中的笔停了一会儿，又写了起来。古籍典书。有个人的书房里就全是古籍典书，偌大的书房连一本山水游记都找不出来，庄严肃穆的跟他的人一样。白日听裴簪雪说裴子也喜欢古籍典书时，他还愣了愣。我还以为……江时苑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我还以为……江时苑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打断自己的思绪。怎么可能啊？江时苑，你也真敢想。红豆，明日去书肆问问，这套古籍还有没有？若是有货，再买一套回来。小姐，宫中来信了。贵妃娘娘说，昨日裴家已经向贵妃娘娘递了信，想定个日子入宫觐见江贵妃，顺道商议两家的婚事。娘娘看了日历，后日就是黄道吉日，正是定亲的好日子。这婚事极好，一切都听姑母安排。后日嬷嬷便陪我进宫一趟，早些把这婚事定下来。好，嬷嬷去安排。裴子也送了他一套画本，很多的点心。江时苑想着也回2份礼，他想为裴子也再调一份熏香。裴子也的性格张扬不羁，浓烈奔放的龙涎香比较适合他，京城独一份，也算是他一份心意。江时苑准备好东西，正预备去一趟裴家，不曾想车马刚驶入闹市，江时苑远远的就在人群中见到了裴子也那打眼的身姿。裴公子。裴子也循声转过头来，能叫他裴公子，又叫得这么客气婉转的，除了他那位小婶婶，还能有谁呀？哎，这儿呢！然后屁颠颠的跑过去，抢过车夫手里的马镫，给江时苑放好。
如果小叔不介意，他还可以更谄媚一点。吃柿子吗？可甜了。多谢裴公子送我的画本和糕点。小叔真的送画本了。好看吗？故事好是真的好，但露骨也是真的露骨。就这样被公然的问，这和正睡着觉忽然被掀了被窝有什么区别呢？送了，而且送的就是最黄最爆的那一套。裴子也不敢想，他一想就想笑。天哪，天底下最肃穆自持的裴太傅，竟公然给自己的未婚妻送小黄书，这到底是道德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小叔要是知道了，会是什么表情啊？这就是裴子也找不到媳妇儿的原因吗？怎么突然就发病了？裴公子，你认识吃面书生吗？就是写这套画本的人。这写画本的是捅了书生的窝了吗？书生还真多，我认识3个玉面书生，4个冷面书生，但这吃面书生倒是第一次听说。江小姐想认识，那我去打听打听。也不是太紧要，就是觉得这人挺有趣的，想着裴公子交际广泛，高朋如云，兴许就认识了，所以随口问问。裴子也如沐春风，还很少有人这么夸他，家里只会说他到处厮混，结交一群狐朋狗友。包在我身上，管他是什么书生，吃的是什么面，我都给江小姐别人带锅端过来。多谢，这是送公子的。送他的？裴子也一愣，但是也没多问。裴子也收了东西，给江时苑和红豆买了2个火晶柿子，这才捧着东西离开。这裴公子还真挺有趣的嘛。是挺有趣的。江时苑，你真要成亲了？苏黎洛原本是要去找沈绿初的，他料想江时苑今天应该差不多要去给沈绿初低头道歉了，正好他再去上点眼药。他不管，反正谁好过都不能让江时苑好过。昨天护送他回府，今天2人又相约一起吃火晶柿子。江时苑难不成真的要成亲了，要嫁给裴子野？江时苑，你说话，你是不是要嫁人了？我家小姐就是要成亲了，怎么关你什么事儿？你不喜欢沈绿初了？不喜欢了。你喜欢让给你了。谁让你让？我是凭本事赢了你的。江时苑不懂苏黎洛为什么事事都跟他作对，明明2个人没有什么过节，可是苏黎洛就喜欢处处跟他较劲儿。他学琴，苏黎洛也学；他制香，苏黎洛也调；他养猫，苏黎洛就养狗。苏黎洛，恭喜你啊，你赢了。江时苑虽然口头认输，但是满脸都是不在乎。苏黎洛不但没觉得自己赢了，反倒更多的是挫败感。回府。小姐不去找沈世子啦？江时苑都没去，我去干什么？去看沈绿初那眼高于顶的傻样吗？回府回府。江时苑怎么说嫁人就嫁人了？这一招闷不作声的悬崖勒马，打得我措手不及，真阴险。兴许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胡扯的，好让沈世子在意。府里的姨娘们不就是爱用这招吗？就连几位小姐们都学了这招去，嘴里说着不在乎没关系，心里却比石头惦记。哼，江时苑才不是这种贱皮子。江时苑喜欢沈绿初，沈绿初眼下心忙好摆布，他还能气江时苑。可是现在江时苑不喜欢沈绿初了，那他怎么办？光是想想，苏黎洛都觉得泄气，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目标，甚至有些迷茫。哎，知春，回头找人去打听打听那裴子野的喜好，能弄得了沈绿初，还弄不了裴子野吗？与天斗，与江时苑斗，其乐无穷。哼！江小姐，这是我家世子爷的名帖，我家世子爷下帖，请大小姐明日过府一叙。沈绿初终于可以低下他那颗高傲的头颅，正眼看人了。沈世子第一次低头给小姐台阶。哎呀，小姐不会回心转意，又喜欢上沈世子了吧？画本子里就常这样写，那裴大人怎么办啊？也不是谁下了帖子，我就一定要应的。红豆，拒了，本小姐不得空。送到了吗？怎么不回话？他看到我的名帖是什么表情？有没有激动的百感交集？世子爷，续了。嗯？世子爷，
江大小姐拒绝了您的邀约。不可能，你这个狗奴才，活腻歪了是吧？我只让你送张帖子，你也敢偷懒耍滑？世子爷错怪小的了，小的没有偷懒，小的都不敢将名帖交给将军府的下人，在将军府大门口等了半日，见着江小姐露面，才把帖子送上去的。你是说，你亲手把我的名帖交到了江时院手中？那是谁拒了我的帖子？是江小姐亲口拒了世子您的邀约，江小姐说她不得空。房中骤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像是暴风雨到来的前夕。怎么啦？是谁惹世子动气？没什么。没什么吗？方才母亲在院子外就听到你的声音了，还以为是谁不长眼，惹了我们世子。方才母亲在院子外就听到你的声音了，还以为是谁不长眼，惹了我们世子。没有的事。母亲深夜到来，是有事吗？儿子要温书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去向你的皇舅舅请安了？明日你随我入宫一趟。儿子明日有事，可以改日再进宫吗？连个灯都不点，是要熬坏世子的眼睛吗？墨雨做事不尽心，拉下去打10大板。不关墨雨的事，是儿子今晚身子不适，想早点休息。母亲，明日几时入宫啊？没听见吗？明日世子要入宫，还不快去准备衣物？是。你是郡主的儿子，是这文远侯府的世子，身份贵重。别说是一个下人，就是什么将军府的阿猫阿狗，那也不过是你脚边的一点泥。你高兴的时候可以赏一赏，不高兴了打发了就是。犯不着置气啊，平白跌了自己的身份，知道吗？沈绿初知道温和郡主说的是谁，儿子记住了。正好沈绿初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磨磨他的性子，看到时候谁先服软。墨雨欲言又止，要不要说呢？江小姐好像真的要成亲了。姑母，姑母，渊儿给您制了您最喜欢的百合香。不劳这江大小姐费心了，我早就不用这香了。狼心狗肺的小东西，枉费我掏心掏肺的疼爱着这么多年。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是谁听说江姑娘同意一亲，开心的一宿难眠？又是谁听说姑娘要进宫，高兴的直抹眼泪？渊儿，快抱抱你姑母，姑母最疼你了。一家的将种，一个不来，另一个也绷着不肯低头。姑母抱抱。江贵妃依旧不理。恰这时，外头传来通禀：贵妃娘娘，裴家人已经入宫了，待会儿再跟你算账。裴家老夫人，裴家大夫人觐见。江贵妃立刻勉礼赐座。裴老夫人和江贵妃寒暄，一旁的裴夫人忍不住好奇地抬头望向站在江贵妃身边的那个小姑娘。这就是她那素未谋面的小妯娌，水灵灵嫩生生，像朵花似的。难怪前几天小叔子宣布婚事时，府上有位叔公不过嘀咕了一句江家家世低配不上，当即就让小叔子一句话硬生生堵了回去。他可配天可配地，配我一介凡夫俗子绰绰有余。小叔子虽然表面待人温和，但那不过是自身涵养所致，其实骨子里淡漠至极，和家里的兄弟也不甚亲近。子侄辈也只有裴子野为了躲家里的责罚，死皮赖脸赖在太傅府，也只有裴子野为了躲家里的责罚，死皮赖脸赖在太傅府，这才能和小叔子说得上几句话。江时院见未来婆婆一直盯着她看，也抬头看了她一眼，两人四目相对。未来婆婆慈眉善目，一看就是很好相处的，加入裴家的优点又增加了一个。怎么只有裴子野母亲到场？裴子野去哪儿了？今日两家正式会见，他这个新郎官都不露面吗？江时院正要张口问一问，鼻尖忽然闻到一丝淡淡的龙涎香。裴太傅，裴大人到！英俊挺拔的身影从殿外阔步走了进来，他应该是刚下朝直接从金銮殿出来的。江时院正要低头，裴彻却向他望过来。
将他的视线当场擒获。什么情况？为什么我给裴子野调的香会出现在裴彻身上？是裴子野把我送的香转手给了裴彻，还是……一个从未想过的可能突然在江时苑的脑子里冒出来。我的联姻对象不是裴子野，是裴彻。裴太傅才是我的未婚夫，所以第一次相看他才会说他可以全权做主，然后几句话敲定婚事。如果裴彻才是我的未婚夫，那是谁在未婚夫提出要护送回府被拒绝，然后堂而皇之的当着他的面指明要另外的男人护送的？是我江时苑。我甚至还跟裴子野说不会干涉裴子野的私生活，人怎么可以这么丢脸？江时苑低着头，恨不得当场挖个洞把自己埋了。裴彻已经来到人前，某人恨不得把头塞进土里的鹌鹑模样也是尽收眼底。江贵妃见裴彻一进来，江时苑这脸就红得不像话，以为他脸皮子薄害羞，忙道：苑儿，御花园的芙蓉花开了，去替姑母捡几枝过来。是。时苑如蒙大赦，忙应声退出去。待到江时苑从坠霞宫走到御花园的芙蓉花下，确定自己这些天应该没露出什么破绽，应该除了自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搞错了对象这件事儿后，江时苑的脑子这才开始消化另外的一件事儿，关于裴彻才是他未来夫君这事儿。3年前就是裴彻吗？怎么会是裴彻呢？圣上重臣，当朝太傅，天之骄子，他曾经的夫子，不管哪一条，他都觉得自己和裴彻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打死他，他都不敢肖想到裴彻的头上。裴彻看着也不像是会被安排包办的人，他怎么会答应迎娶我呢？在想什么？我在想这香还挺适合太傅的。是吗？裴彻一张嘴，江时苑就有了答案。果然瞒得住别人，瞒不住裴彻呀。裴彻肯定看出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我要怎样才能悄无声息地把当朝太傅给做掉呢？下毒、刺杀、意外溺亡还好方才没问。江时苑不敢想，若是他方才在大殿上公然问出裴子野的名字，那该是多大的一个笑话。裴太傅，我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太傅，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我姑母手上？这就是你以为你的议亲对象是裴子野的原因？做掉他，现在立刻！他刚刚还在心里感激裴彻，他怎么能直接捉破呢？所以裴彻受不得熏香，他受不得香，今日却顶着这么浓烈的香味。裴太傅，你平时看画本吗？他摇摇头。所以这就是你以为《簪花记》只是一本普通画本的原因？裴彻不明所以，微微蹙眉凝视着他，等他解释。难得的在这张脸上看到这种表情，江时苑非常有成就感。得了，扯平了。而且一想到端正冷肃的裴太傅带着一身轻服去上朝，江时苑就莫名的想笑。我要嫁给裴太傅了。这头，沈绿初和文和郡主穿过御花园。父亲说过，沈家只做纯臣，只忠于圣上。那我们去御书房，我带了你的文章，你皇舅舅见了一定会夸奖你的。母亲，你又擅自进我的书房，翻我的东西了。娘不会害你，娘已经把你的文章拿给几位大学士看过了，特意挑出来写得好的2篇，圣上看了会夸你的。我要的不是夸奖，娘，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进我书房，随便翻我东西？
可以啊，那你不要再搭理江时苑，她不配进我们沈家的门，也不配做郡主的儿媳妇儿。尚书府才是和我们门当户对的。母亲相中了苏家千金，你和她好好相处。是不是我想要什么都需要条件，都需要先付出代价，否则就是违逆，就是不孝。听话，娘这是为了你好，以后你会感激娘的。母亲，儿子想回去温书，母亲喜欢黄舅舅的夸奖，那母亲自己去听吧。沈绿初神色不语，直接转身离开，也不管文和郡主气得脸色煞白。这个时辰，江时苑会不会已经被拦在文远侯府外了？沈绿初心里突然一虚，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太傅，你有没有看到一只梨花猫？沈绿初健步如飞，途经御花园时，忽然听到一道清丽的女声从一旁的花圃里传过来。江时苑知道我进宫了，所以也跟着进宫来了。既然他都追到宫里来了，那我愿意给他个道歉的机会。若是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态度良好，我也会考虑收回对他的惩罚。沈绿初这样想着，脚步轻快地走向不远处的花圃。沈绿初很惊诧于裴彻怎么会一个人站在这儿，这样肃穆冷峻的人手里还捧着一束花，真是稀奇。太傅大人。裴夫人来折几枝花。裴大人成亲了。算是。下月月初大婚。裴大人成亲了。算是。下月月初大婚。沈绿初更加稀奇了，稀奇之余还有些鄙夷。原来那日去百味坊一扫而空的不是裴子野，而是裴彻。裴彻也不过如此，人人都将他捧得好似天上明月一般，如今也不跟个愣头青一样堕于女色。不过到底是什么女人竟能让裴彻神魂颠倒？那沈某先祝裴大人与夫人百年好合。会的。裴彻再次颔首，一副不欲多说的样子。沈绿初面色讪讪，拱了拱手，扬长而去。他前脚刚走出花墙，花墙的另一端绕出一道倩丽的身影。他们应该谈完了吧？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你怕我？裴太傅，能不能不要这么敏锐？为什么？他还问为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恶行？你心里没数吗？也是，裴大人高高在上，又日理万机，哪会记得我呀？裴大人贵人多忘事啊，需要我这根顽劣朽木跟大人提醒一下吗？一直记着。何止记着，我常常做梦，梦见被你当众提起来，然后伸出2只手给你打手板，从8岁打到18岁，整整10年。他竟然还笑得出来，果真是铁石心肠，毫无人性。江时苑，你确定你是害怕，不是心虚？我心虚什么？那是谁烧了我的书房？又是谁带着猫混进我的课堂？我讲一句，你的猫叫一声，你跟你的猫说一句，就不可以换裴子野吗？江时苑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也不敢再想。鹿鸣书院的江时苑年少无知，确有些许过错，但梦里的江时苑是无辜的，我道歉，向梦里的江时苑道歉。啊？接受吗？我说的不只是道歉，接受吗？如果嫁给裴子野的好处有10个，那嫁给裴彻的好处那真是数都数不完。这场联姻他占了大便宜。江时苑抿着唇，点点头。很漂亮。江时苑不知道他夸的是花还是人，但是挡不住心里进出一丝丝甜来。
江时院捧着花，两个人往回走，刚到店门口，就听到店中传来裴夫人的玩笑声。娘娘是不知道，我家老太太为十郎这婚事啊，不知愁了多少年，愁得都要病倒了。老太太还曾经放出狠话，叫十郎不娶亲就不准回家，得亏是有江姑娘，我们十郎终于是有家可归，母子团圆了。两人并肩再一次步入大殿，裴老夫人远远看着登对的一双人，笑得合不拢嘴。真般配呀！见过老夫人。虽说婚期短了些，但该有的万不能少了。这是我这婆母给石院的见面礼。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拿着，这有什么不能收的？不就几颗珠子，拿回去打个首饰做套头面，喜欢什么打什么。裴彻点了点头，江时院这才道谢，收了东西。我们已经拿庚帖去核过了，下月初8，不早不晚，不长不短，难得的吉日。我何德何能啊！这京城最高不可攀的云端月，竟给我攀上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喜欢吗？喜欢就留着，不够再找我。裴彻在车厢坐定，裴彻侧目，视线透过窗帘的间隙，看着路边傻傻站着的江时院，而后雀跃地拿出一颗东珠，高高地举到阳光下，漂亮的眼睛弯成了2道月牙。裴老夫人何曾见过自家儿子这般模样？装货！江时院如获至宝，非常认真地欣赏了一番东珠璀璨的光芒之后，又收起东西，兴致勃勃折回了江贵妃的宫中。郡主，那不是江时院吗？他怎么也在这宫里呀？该不是知道世子今日进宫，他也跟着进来的吧？就没见过这没脸没皮的。既然示好换不来尊重，那不如直接翻脸吧。况且他这辈子也不会和沈律初和沈家有任何的交集，谁也奈何不了他。江时院就这样径直走了过去，连个眼神也没有给对面的主仆。郡主，你看他这张狂的模样。不用理会，原先还想着他虽然出身低微了些，够不着我文和郡主的儿媳妇儿，但看在他对律初全心全意的份上，让他进门做个妾室也不是不可。现在看来，还是本郡主高估他了，到底是死了爹娘没人教养的东西，上不得台面。不行，我断不能让儿子再被人教唆带坏了。文和郡主回到文远侯府，立刻向门房下令，若是江时院再登门，不管什么缘由，一律打出门去。是。门房几个小厮闻言，全部面面相觑，这是怎么了？半个时辰前，世子回府，第一件事是对他们下令，若是见到了江家的马车，立刻把人迎进门。那他们到底是放啊，还是不放啊？姑母，我来了。都要嫁人了，怎么还这么皮呀？给你安排了床铺不睡，跑来跟我这老太婆急什么？想跟姑母说会儿悄悄话。姑母，你快说，你手里是不是有裴家什么把柄啊？说什么胡话呢？不然裴太傅怎么会答应娶我？我一直以为要娶我的是裴子野。这就是你生了3年闷气的原因？你以为姑母要把你许给裴子野？不然裴彻怎么会接受联姻？那是皇上指婚，他不得不从。皇上指婚？皇上怎么会给我们指婚？若是皇上指婚，为何无人通传将军府？3年前又岂容我抗旨不从？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江家世代为将，你父母为谢灵渊抛头颅洒热血，至今尸骨下落不明，怎就不能替你请一道赐婚了呢？好了好了，婉平不要生气啦，婉平说的都对。明明最伤心的人是他，他却反过来安慰别人。然而上天欠你的终有一天会还给你，相信姑母，裴太傅值得。江时院，见到本公主为何不行礼？见过公主殿下，许久不见，公主殿下真是越发的光彩照人啦。哼，那自然，气死了！谁让江时院这么好看的？好想撕烂她的脸！江时院，
昨日文和郡主来找我母妃了，你猜他说什么啦？这江时院真是越来越没眼力劲儿了。哼，江时院，你没戏了。文和郡主说，文远侯府已经在和尚书府议亲了，两家已经商定，明年春天，沈绿初就会迎娶苏黎洛进门。哦，啊，只是一个哦，伤心呢，难过呢，恼羞成怒呢。江时院为什么这么平静？谁要看他这么波澜不惊？我要看江时院痛哭流涕，狼狈不堪。喂，江时院，你是傻了吗？我说沈绿初要娶别的女人了，你没戏了，你不难过吗？我不难过啊。比起难过，他更担心别的。兰贵妃母家手握兵权，如今又有文远侯府和户部尚书支持，那岂不是如虎添翼？那表哥只有一个裴太傅，够吗？你就别装啦，谁不知道你喜欢沈绿初？你死缠烂打这么多年，他如今要和别的女人成亲，你不难过才怪。哼，那也怪不得别人，谁叫你自不量力？沈世子什么身份？他那么出众的一个人你也敢肖想，真是自取其辱。公主想听什么？想听我承认我很难过，听我痛哭流涕啊？没有，我真的不难过啊。我不喜欢沈绿初了，我移情别恋，喜欢上别人了。我才不信。那你说说你喜欢谁？我看你就是嘴硬，说不出来了吧？江时月，承认吧，你输了。你好可怜，你喜欢的人看不上你。我不喜欢沈绿初了，我现在喜欢裴彻，可以了吧？哈？你可真敢说。有问题吗？我江时院喜欢的人，自然是这世间最光彩夺目的男子。裴太傅清风朗月，雅正金贵，我就喜欢裴太傅了。难道是你觉得裴太傅比不上沈绿初？那自然是比得上。但是江时月，你完蛋了。裴太傅，江时月说他喜欢你。江时院循声望去，就见不远处的石径上站着一群身着官袍的文武大臣。捂嘴已经来不及了，江时院只想找个地洞藏起来。没人看见，没人看见！天哪，人怎么可以接二连三的丢这么大的脸？我不要活了！或许是惊慌可以使人无感放大，隔得那么远，江时院依旧听到人群中传来的笑声。也许不是他无感放大，而是那头的人数庞大。我今日是当着全文武百官的面调戏了当朝太傅，谁家好姑娘这样言语无装，口出狂言？谢若若说的没错，我完了。江时院欲哭无泪呀，看裴太傅怎么打他的脸！哼！只见群臣发出一阵哄笑，这时裴彻向他们说了什么，隔得太远，谢若若没听见。但见那群百官听了裴彻的话后，一个个瞪着眼张着嘴，那震惊的模样比他听见江时院说他喜欢裴太傅更甚。谢若若听清了，他们说的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裴大人！恭喜？恭哪门子喜？裴太傅要升官了？他都是太傅了，他还要升哪里去啊？裴太傅迈着步伐向他们所在的地方走过来。来了来了，你喜欢的裴太傅来了，他来找你了。当初就该让谢若若从树上摔下来，摔成个哑巴最好。我为什么要救她？喂，你不是喜欢裴太傅吗？人过来了，你有种当面再说一遍呢？没种。太傅，江时院在这里。太傅，您刚刚听见了吗？江大小姐，哦，就是镇国将军府的大小姐江贵妃的侄女，你曾经的学生江时院。她说太傅您清风朗月，雅正金贵，她对您倾慕许久。江时院，你以下犯上！江时院现在不光有以下犯上的心，他杀心都有了。文武百官还没走远，信不信我把你7岁尿床8岁掉茅坑的事昭告天下，让你身败名裂？这女人太狠毒了！裴太傅，训她，就像你在上书房训皇子公主那般训她。要出宫回府了吗？哦，怎么这么和颜悦色？怎么连个冷
点都没有。裴太傅，你还是那个不近女色，被别人一碰就眉头紧锁的裴太傅吗？我送你。啊！谢若若不可置信，看了一眼裴太傅，只见江时苑点点头，嗯了一声。什么情况？裴太傅主动提出要送江时苑出宫就算了，江时苑竟还答应了。江时苑脸皮什么时候这么厚啦？方才老朽没听错吧？裴太傅说什么内子？没错，裴太傅说的是内子胡闹，让诸位见笑了。下官与太傅共事多年，还从未见过太傅这等神色。别说你没见过，我们也没见过。就说当年太傅高中夺魁，也没见太傅多喜形于色呀。竟不想娶个亲，竟能让咱们裴大人直接下凡入俗了，真是稀奇啊！见鬼了！裴太傅为什么对江时苑这么温柔？为什么？公主不知道吗？昨日裴家老夫人与裴夫人入宫见江贵妃娘娘，正是为两人定亲呢。贵妃娘娘高兴，还赏了坠霞宫上下3个月的月钱。你说什么？江时苑和裴太傅定亲了？他娘的，江时苑说的是真的？他真不喜欢沈绿初了？他喜欢裴太傅？那不是废话吗？能嫁裴太傅，谁还看得上一个区区侯府世子？他们两口子都定亲了，那我刚刚在这又喊又叫算什么？我好了。那走吧。太傅，那些东珠送给我了，我是不是可以随意处置？谢若若，这些年我在宫外也没交到什么朋友，所以你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小时候我们说好的，好东西要一起分享。那，我新得了1盒东珠，分你一半，36颗分你18，一颗不少，一颗不多。江时苑，你怎么这么没用？怎么连个朋友都找不到？谢若若伸手从袖子里拿出一只七彩宝钗，谢若若才不会告诉他，他是特意来等他的。你还不是一样，明明是公主，却被几个郡主骑在头上，孬种。我懒得跟他们计较罢了，真惹到我了。本公主的巴掌也不是吃素的，狗日的，你到底怎么做到的？戴什么都这么好看。好生保重，我走了。江时苑，我收回刚刚的话，不是你配不上沈绿初，是沈绿初根本配不上你。江时苑，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男人？江时苑，你怎么会喜欢上这样的男人？我听说你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了，寒冬腊月的，就为了见他一面，跟他说上一句话，冒着大雪去沈家别庄，差点冻死在深山里。啊！他一边去阻止口无遮拦的谢若若，一边悄悄地去打量几步开外的裴太傅。你捂我的嘴干什么？难道我说的是假的吗？这还不是一次，你为沈绿初能做的不能做的，该做的不该做的，你全都做了。江时苑，你认不认？别说了，把东珠还给我。江时苑欲哭无泪啊，他后悔了，现在绝交还来得及吗？为什么要还你？声音戛然而止，天地间骤然一静。好姐姐，姐姐和太傅大人郎才女貌，简直人间绝配。妹妹祝你和太傅大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哈。说完，谢若若揣起怀里的东珠，拔腿一溜烟的跑了。太傅，九公主跟我闹着玩，若有冒犯到太傅，我向太傅道歉。我知道，那是谎话，你有喜欢的人。谎话？好了，继朽木顽劣之后，他在裴彻的眼中大约又要多出一个爱扯谎的印象了。太傅，那我先回府了，多谢相送。马车来了吗？应该快到了，太傅公务繁忙，不好耽搁，您先去忙吧，我在这等等就好。话音刚落，小姐，小姐，马车坏在路上了。坏在哪儿啊？远不远？哪里坏了？李叔不是会修马车吗？那个马车没坏，是马跑了。马跑了？有红豆在，马还能跑了？
裴大人，能麻烦您送我们家小姐回府吗？不用。好，我送你。小姐怎么还不好意思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裴大人是小姐的未婚夫，马上就要同床共枕了，同乘个马车有什么问题啊？目送裴彻的马车离去，红豆也不急着去追马。哨声悠扬，紧接着是哒哒声响，枣红色的骏马立刻向他奔过来，乖巧的不像话。好马儿，做得好！等大小姐成了太傅夫人，你呀就是一等功，奖励你10匹漂亮的小公马。吃吗？裴彻是因为我特意去盛庭春买的。不，江时月，你在幻想什么啊？联姻而已，你也太自作多情了。裴彻又不知今日会遇见我，早朝时间早，这点心大约是他放在马车上给自己临时充饥果腹的。谢谢。要开窗吗？我不知道今日会遇见裴大人，身上的香粉用的重了些。昨晚姑母给了他好些宫中新鲜的香料，他没忍住好奇，就挨个试了一遍。让太傅遭罪了。你打算一直用这种方法逼着我？那成亲之后怎么办？要为我放弃调香吗？想要经营香房，少不得要每日和香料打交道，身上染上各式香味是在所难免的。而香房赚的那点银子，和当朝太傅的身心健康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不是裴夫子说的吗？人须有一技之长，穷时可安身立命，达则可修身养性。小叔还说，喜好不分贵贱，怡情自娱，能把自己哄开心，也是个极为难得的本事。调香既是我立世的一技之长，更是我自己与自己相处的一方天地。裴大人，我不想放弃。我说的话，你倒是记得清楚。裴夫子、裴小叔、裴大人，江时院对他的称呼真是五花八门。裴太傅的教导，时院自然是奉若圭臬。那就不要放弃。啊？闻不了香是我的问题，我自会克服，你无需改变，做你自己，无需为任何人改变。也不全是谎话。清风朗月，雅正金贵，裴太傅是天底下最光彩夺目的男子，是真话。那天底下最出色的男子，可以邀请爱说真话的你做进献吗？太傅明日得空吗？城南新开了一家酒楼，蜀地菜式做得极好。喜欢吃川蜀菜？菜不重要，不是裴大人说要克服我吗？不接触怎么克服啊？谢谢。谢谢江大小姐给夫子我克服时间挑战自我的机会。说话间，马车抵达了将军府，约好明日相见的时间，江时院起身告辞，然后目送裴彻的马车掉头离开了。裴彻的马车前脚刚走，红豆就笑嘻嘻赶着车从巷口的另一边走过来。是嬷嬷吩咐的，嬷嬷说要奴婢眼观八方，没条件也要给小姐创造条件，务必要让小姐和裴大人多相处相处。嬷嬷说了，小姐和裴大人有感情了，以后就会长长久久，还会早点让我们抱上小小姐。嘿嘿，红豆也想要早点抱上小小姐。下次不要这样胡闹了，裴太傅不喜欢。小姐怎么知道裴大人不喜欢？他怎么瞧着裴太傅挺乐意的呀？总之不合适。裴彻贵为太傅，威严自持，我既然要嫁给他，自然不能再冒冒失失夺了他的威名。对了，让你去打听裴家的家规，打听到了吗？只有1个月的时间，有些基本的东西他应该先熟悉熟悉，比如裴家的人员状况、家规禁忌。打听到了。红豆应声，从怀里掏出一个卷轴，唰，抖开。那卷轴从红豆的手上落到地上。现在悔婚还来得及吗？来人，世子有何吩咐？去把门房的人全都给我带来。现在吗？大半夜？对，现在就把那群刁奴带来，一个个阳奉阴违，让他们见着人放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进来？倒是要问问那群狗奴才都是怎么办事的。墨雨哑然，世子爷是认真的吗？世子爷那么聪慧，
难道他不知道不是门房不放人，是姜时院他压根儿就没有上门？这不是欲擒故纵，不是心机把戏，姜时院这一次好像是来真的了。世子今晚又睡不着吗？世子的失眠症在姜时院的调理下已经很久没有犯了。世子爷还不知道吧？姜姑娘送世子的东西，书房里的书签、文墨、书匣，卧室里的香炉、挂件，还有世子身上的香囊，都是熏了香的。那香更是姜姑娘专门为世子爷调制的，有凝神静气的功效。我知道，他也就会这点功夫。这哪只是一点功夫呀？姜姑娘把所有功夫都花在了世子身上，就说这调香之术，怕也是专门为世子学的。比起这些没用的花架子，更重要的是态度。我的耐心已经耗尽，明日他要是还不上门认错，那他这辈子休想再回到我身边。若他愿意低头认错，那么他愿意再给他一个机会，那什么香铺他也会网开一面，允许他去试上一试。会的，世子放心，明日他一定会来。好了吗？好了吗？头发，耳环戴错了，另一只去哪儿了？这边的撒火。姜时院提起裙摆，大步冲出大门。门外，裴彻负手而立，站在马车边。他疾步向前，正要迈步下台阶，这脑子里忽然响起一个声音：裴氏家规第26条，行路不可跑，迈步不可跳，上下阶梯一步一阶，违者重罚。姜时院倏的一下立正，撤回一只已经迈出裙底的小脚，然后他走到裴彻的跟前，向裴彻来了个深鞠躬。小叔好。裴氏家规第33条，面见长辈者，呼声响亮，上身向前弯曲，头骨齐平。昨晚没睡好？啊？哦，昨晚看了卷书，睡得晚了些。那书一定很枯燥无趣吧？何止是枯燥无趣，简直就是折磨煎熬。我知道世家望族规矩重，但没想到会这么重，1000条啊，整整1000条家规，上到吃饭睡觉，下到走路洗澡，无一不细，无一不精，条条框框，简直比1000年的律法还要详细严苛。这是家规吗？这是天条吧？做裴家的人怎么这么辛苦啊？裴家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真有人能做到这1000条家规吗？姜时院很是怀疑，但是一抬眸，鹤骨松姿，眼前不就是个行走的1000条模范吗？不行，绝不能给太傅丢脸，做不到1000条，那我至少也要做到100条吧。胡思乱想间，姜时院和裴彻上了马车。裴氏家规第77条，与长辈同车，持两臂之距，非邀约勿动。裴氏家规第78条，与长辈同车，非提问勿语。早饭用了吗？我不饿，谢谢。裴氏家规第79条，与长辈同车，非饿死勿食。姜时院吞了吞口水，这样没有人性的天条，100条他或许能做到，但是1个月绝不可能的。太傅，我们的婚期可以推迟吗？推迟？说说理由。因为表哥，我亲人不多，姑母在宫中不能为我送嫁，我想若是表哥能在，我的婚宴会不会少一些缺憾？西南战事已平，三皇子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不用推迟，赶得上。真的吗？绰绰有余。身体不舒服，那是？怎么会不想？太傅难道没发现吗？今天我没有熏香，因为要与太傅同行。那为何要坐得那么远？那不是你们裴氏的家规吗？与长辈同车，两臂远，勿动，勿语，勿食。黑眼圈就是这么来的。昨晚背了1宿的家规，还背的是裴氏的家规。回去烧了吧，不用背了。啊，烧了？
那不是裴氏的家规，那只是裴子野一个人的家规而已。啊？什么意思？这1000条的家规都是针对裴子野的？那裴子野未免也太惨了啊！等等等等，如果这不是裴氏家规，只是一卷针对裴子野的天条，那我花出去的100两和昨晚的生不如死算什么？算我没苦硬吃吗？到底是哪个缺德玩意儿把这坑人的东西拿出来卖的呀？还有那万松书铺，亏它还是京城最大的书铺呢，竟为了100两，连100年的信誉都不要了。是裴子野。什么？不用同情裴子野，是裴子野故意拿出去兜售的。啊？真是天杀的裴子野，简直是丧尽天良。他坏名在外娶不到媳妇儿都是有原因的。100两啊，我得吃多少香才能赚到这100两？谁又来陪我这一路的煎熬？昨晚一整夜我只睡了1个时辰，整个晚上都在熟读背诵这卷家规。花了多少钱？太傅补偿你。错不在太傅，不该让太傅赔偿。但太傅若是一定要赔偿我，那就请我吃一个糖糕吧。好。姑娘，你的糖糕好了。老板，这糖糕我要了，我出双倍价钱。老板，再给我拿2个。老板，不仅这2块，这一整锅，不是你这整个摊子，出锅的和没出锅的，本小姐都要了。真的吗？小姐你全要了？全包了。江时月扭头看着苏黎洛，人在无语的时候确实会发笑。呀，怎么是江妹妹？这么巧，你也喜欢吃糖糕啊？不巧了，这儿我今天包圆了，没你的份儿。裴太傅，裴太傅怎么会在这儿？金贵清眷的太傅，不是出了名的高冷喜静吗？怎么会出现在这嘈杂拥挤的闹市上？裴大人，这糖糕我不要了。哎，小姐，你别走啊！我的糖糕都包好了。两人视线再一次相撞。他一直这般待你，人与人的差别怎么会这么大？他对苏黎洛幼稚的行为无感，每次让他觉得难受的是沈律初不分青红皂白偏向苏黎洛的态度。裴大人，你信不信？其实苏黎洛是我最大的金主，我每天都巴不得他来跟我别苗头呢。太傅，方才说的补偿还作数吗？还想要什么？糖糕好吃，1个不够，我想要更多。老板，刚刚那位姑娘是我的朋友，她跟我开玩笑，今日这糖糕我全包了，钱在这儿。至于这糖糕，请帮我转到附近的善堂，就说当朝太傅裴大人他要成亲了，请善堂的小朋友们吃糖糕。一旁的裴彻唇角早已不知何时勾起了弧度。不用出摊了，往后1个月，你只给善堂做糖糕，就说当朝太傅夫人大婚在即，请善堂所有人同喜。太傅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厌烦他了。啊！吓死我了！小姐怎么出这么多冷汗？要你小时候被裴彻关过禁闭，你也会怕的。裴大人关过小姐禁闭？裴大人固然是位高，但小姐是尚书府的千金，连老爷都不敢责罚小姐，裴大人怎么会关小姐的禁闭？10年前，他和江时院作对，抢了江时院一个朋友，结果被当时临时请来授课的裴彻知晓。苏黎洛也不知道裴彻是怎么知道的，他只记得那日从无交集的裴彻忽然造访尚书府，他爹喜上眉梢，将裴彻奉为上上贵宾，不惜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大红袍。可结果谁知道裴彻居然是来告状的。裴彻毫无隐瞒的把他的所作所为告知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本只想训他几句，把这件事情归咎于小孩子之间的玩闹，可谁知裴彻压根儿就不领情。苑儿是我亲自带的第1个学生，我不想让他觉得他的父子言行不一，每日只会空谈，最起码的公平对错都做不到。裴彻直言了当，他爹不敢得罪，直接关了他半个月的禁闭。5天是因为江时院，还有10天是因为他浪费了他爹的大红袍。这是苏黎洛有生以来受过的最重的责罚。
之后他收敛了许多，他爹却觉得做得不够，硬是把他强行送到千里之外的外家，一直到3年前他及笄才被接回来。从那以后他就更讨厌江时院了，他就是讨厌江时院，但凡江时院相中的东西，他就算是花高价也得抢回去。还没打探到裴子野具体的行踪吗？小姐，你不觉得奇怪吗？这大庭广众之下，陪着江时院来的不应该是裴子野吗？怎么会是裴太傅？裴太傅高高在上，这看着也不像是有闲心陪姑娘到处瞎溜达的人呐。小姐，江时院该不会要嫁的不是裴家孙少爷，而是裴太傅吧？这怎么可能？荆州那么多贵女，裴太傅怎么会看得上江时院？可是方才奴婢看着江姑娘跟裴太傅站一起时，好登对啊！苏黎洛回想了一下刚才的那一幕，还真他娘的登对。苏黎洛正想着，忽然迎面走来2个熟悉的身影。苏小姐，好巧啊，你也来逛面会。苏姑娘近来忙什么呢？昨日10回都没有见着苏姑娘。近来家中有事，不大得空。2位，若无事，我先走一步了。苏黎洛，你看见江时院了吗？他没听错吧？沈绿初向他打听谁？江时院？怎么，江时院没去找你吗？没呢，江时院已经许久没有去找他了。绿初这几日因为这事儿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呢。苏小姐，你若是碰见了江时院，就跟江时院说一声，让他识相点，早点过来低头认个错。绿初的忍耐和纵容是有限度的，他要再这样任性胡闹下去，别怪绿初不念旧情，不给他回头的机会。你这么有话，怎么不自己去江家亲自跟江时院讲？怎么，是不敢，还是怕有人嫌你嘴臭给你个大嘴巴？大傻叉！你只说你有没有碰见他？这下好了，沈绿初这块顽石上仙了，但江时院已经不要他了。这不比戏台上的戏文有趣？没有呢，我也很多天没有碰见江妹妹了。江妹妹该不会真的要嫁人成亲了吧？沈世子，你跟江妹妹认识那么多年，她成亲你会给她随一份大礼吧？小姐怎么就不告诉沈世子，江小姐就在这庙会上呢？切，我又不是他沈绿初的奴婢下人，他问什么我就要答什么。他想找人去江家一趟不就成了？在这装模作样问个屁，又当又立，摆着那臭脸臭脾气臭架子给谁看？大小姐，打探到了，裴子也裴公子现在就在万松书铺。真的？走，去万松书铺。景深，你听见了吗？苏黎洛也许久没见着江时院了。周景深还没有从方才苏黎洛的攻击中走出来，这步调压根儿就跟不上沈绿初，更加不明白苏黎洛没见到江时院，这有什么值得兴奋的？苏黎洛跟江时院素来爱争锋，有江时院的地方，苏黎洛必定要过去掐尖较劲。但苏黎洛说他没见到江时院，那不就说明江时院这些天根本没有抛头露面？所以呢？你还没明白吗？这些天不是江时院不来见我，是他根本就没法出门，他应该是生病了，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他病了，怕过了病气给我，所以就没来找我。绿初，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江时院了吧？怎么可能，只是可怜他而已。你说的酒楼在哪儿？公子的雅间在2楼，请随小的来。周景深颔首，跟着小厮上了楼梯。忽的，楼梯一转角，一道纤纤身影映入他的眼帘。江时院？怎么了？没什么，太像了，太像江时院了。绿初，你先点上菜，我出去一趟。不行，我要去看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江时院。太傅与太傅夫人在此用膳，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谁和谁？谁的夫人？太傅夫人？好生僻的字眼呢。绿初，你知道吗？今天大消息，裴太傅裴彻他成亲啦！裴太傅裴彻他成亲啦！他和他夫人正在楼上吃饭呢，你说巧不巧？
我知道，确切说还没过门，下个月的婚礼。什么？你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前几日进宫，在御花园偶然遇到。那你看到那位太傅夫人了吗？长得如何？没看到，但看裴彻那神情，应该是极为中意的。照你这么说，那姑娘还没过门，裴太傅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喊上夫人了。周景深想了想那画面，忽然咧嘴笑起来，俨然一副客到了的样子。到底是哪家姑娘呀？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啊？这裴太傅这藏的也太严实了。哎呀，能让裴太傅走下神坛，那女子肯定不一般。这说的我更好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可以一睹芳容，满足好奇心。吃鱼吗？太傅也吃。毕竟今日我也是补偿之一。江时院低头又喝了一杯。慢点喝。啊，小叔，怎么是您啊？您也亲自来吃饭啊？江时院傻笑一下，茫然的左顾右盼一圈，视线又回到裴彻的身上。小叔，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裴子野呢？你喝醉了？啊，没有，我没喝酒。今天两家相看这样重要的日子，我怎么会喝酒呢？不是，我平素滴酒不沾，真的。今天没有裴子野，只有我。只有小叔一个人？哦，小叔是来给我们保媒的，对吗？夫子。什么事？夫子，我嫁给裴子野后，说是裴子野欺负我，夫子能不能罩着我一些啊？不能。啊？为什么？他还是那样讨厌他吗？因为要娶你的是我。想起来了。刘叔，你在这蹲着，看到了人一定要告诉我啊。周家夫人意外摔伤，着人把周景深紧急叫了回去。江时院现在在干嘛？他会不会喜欢这里的菜啊？他应该会很喜欢，他总是对我喜欢的事，哪怕是我随口提及的东西，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一直都很想融入我的生活，我若是带他来这里，他一定会高兴得痛哭流涕的。我决定了，等江时院病好了，我就带他来这里吃饭。忽的头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沈绿初抬头，只见3楼下来一个男子，臂弯中抱着一个人，不是裴太傅还是谁呢？沈绿初愣了愣，目光在裴彻的怀里逡巡。这就是秦彻的夫人了，护得这么紧，连平日的清冷做派都不要了。哼！就在这时，啪嗒一声，一只绣着茱萸枝条的荷包从裴彻的怀里掉出来，滚到了沈绿初的脚边。沈绿初目光一滞，这荷包……劳烦，内子的荷包掉了。裴彻双手抱着人，没有要放下的意思。内子，哼，裴彻还真是无药可救了。沈绿初撇了撇嘴角，抽回思绪，弯腰捡起地上的荷包，交给裴彻。多谢。捂得这么严实，是见不得人，还是怕有人抢不成？裴彻将江时院抱上马车，放在腿上，这才打开包裹的外袍。但是袍子被拉下一角，露出半张脸，咻的一声就被拉上去。江时院昨晚备了一晚上的家规，现在又醉酒上头，此时睡得正香。裴彻失笑，怕他闷着，又拉了一下。这下江时院不扯衣服了，而是转头钻进他怀里。江时院闭着眼睛，小脸儿在裴彻的胸膛上蹭啊蹭啊蹭。红豆，今天熏的什么香啊？好好闻啊！有橘子的味道，像裴小夫子身上的味道。
也许是醉酒的缘故，江时苑睡得深沉，呼吸均匀绵长。叫裴子野来见我。切，怎么回事？今天怎么老是打喷嚏？有人在咒他吗？不是吧，这个月就这么点钱吗？卖的最好的还是我的裴氏家规。哎呀，世态炎凉啊，这京城的公子哥们都不读书了，还不如京城的姑娘们呢。你看那些姑娘们为了嫁个好人家多努力多刻苦，1000条家规说背就背，一点都不含糊。这些酒囊饭袋得感激朝廷不让女子做官，这要是开放女子科考，哪有男人的事啊？不是没人读书了，而是东家您卖的太贵了呀，几文钱的成本，您张口就要100两，那利润能不高吗？什么意思啊？你是在骂我奸商吗？你懂什么？我不定1两，不定10两，偏偏要定100两，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东家不骗穷人，确实至善。况且打探裴氏家规，想嫁入裴家的大多是京中的世家贵女，这出价低了，人家反倒不信呢。东家不仅至善，还治贼呀。对了，让你打听的那个画本先生找到了没有？打听到了，那是对面千山书铺的人，也不知道千山书铺从哪儿挖到了宝，一写一个货，本本都卖脱销。这京城的小姑娘们就爱看那吃面先生的画本子了，单是这一项，千山书铺就抢走了我们许多生意啊。那边怎么说？哎呀，千山书铺没同意啊。你没跟他说我只是想见见人，不挖人，不抢他们生意？我说了，我都磨破皮子跟那个千山书铺的刘掌柜说几回了，这刘掌柜就是一个银都不给，握得死死的。没找你开价？笑话，这是小婶婶交给他的第一件事儿，他务必办得漂漂亮亮的。要知道，得亏今天小婶婶约了小叔出门，要不然哪有他出门喘息的时间呢？把小婶婶哄好了，那就是把小叔哄好了。很显然，小婶婶更好哄。哎，对了，老钱，把裴氏家规收起来，以后不卖了。这一本万利的生意怎么又不卖了？还能怎么样？卖不动了呗。如今裴氏上下未婚的成年男子就只有2个，他小叔。京中贵女惦记着裴家，那都是冲着他家那位太傅大人去的。现在他家小叔要大婚了，那这玩意儿还留着干嘛呀？难不成有人冲着他来啊？眼瞎吗？裴子也正腹诽着，正要转门出去，一道娉婷倩影从外头冲进来，一把抱住他的腰。裴子野，我喜欢你。哎，这位小姐。裴哥哥，你还记得小明湖畔的小鱼儿吗？裴子野呼吸一滞，脑海中闪现出一段久远又模糊的记忆。你是小鱼儿？裴哥哥，你想起来了吗？是我，10年了，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对不起，裴哥哥，10年一别，小鱼儿一直都在向上天祈祷能再次遇见你。没想到今日愿望真的实现了，是小鱼儿一时得意忘形逾矩了，还请裴哥哥见谅。姑娘这演技真是越发的收放自如了。苏黎洛这一次直接豁出去了。眼前的人和当年落水的小姑娘完全不一样。10年前，那小丫头一头杂草一样的头发，身子瘦得像干柴，哪像现在这般。你真的是小鱼儿？裴哥哥不知，我原也生在富贵之家，只是生母去得早，年幼时父亲另娶，继母偏疼弟妹，父亲嫌我是女儿身，对我百般苛刻，10年前才会那般窘迫。小鱼儿，你这10年去哪儿了？我找你几回都没找到。就说吧，男人很好骗的，一点崇拜，一点主动，再加一点点眼泪，保准手到擒来。江时苑，你看着吧，这次我一定要赢你。裴哥哥还去找我了吗？10年前我犯了错，被家里送去了外祖家，3年前才回的京城。
但好在我们又重逢了。裴哥哥，你见着我高兴吗？高兴。红豆，点灯。一道细微的光亮亮起，一张清俊飘逸的侧颜映入眼帘。果然是做梦，梦里的男人这么好看，还这么主动。更重要的是，摸了也不用负责。嘿嘿。酒还没醒。他猛地睁开眼，终于看清了自己掌心托着的是谁的脸。好丢脸啊！不就是摸了摸脸吗？我们是夫妻啊，摸一摸犯法吗？裴氏家规高达1000条的家规里，也不见哪条规定不能提前摸自己夫君的脸，是不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看吧，跟在裴太傅身边，就是会让人迅速成长。我们这是在哪儿？在积水巷。也就是说，他就在家门口，但是裴彻没有送他回去。在等你睡醒，有话要与你讲。太傅请讲。考虑清楚了吗？啊？你我的婚事还未完全公开，你若是后悔，现在还来得及。裴彻在这枯坐等我半日，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吗？是因为我醉酒闹的乌龙，让他误会了？我不后悔，太傅若是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不后悔，太傅若是不信，我可以对天发誓。裴氏一族从没有和离一说，嫁给我，那便不管生死都要跟我一起。你愿意吗？江时院的注意力完全不在他的话上，而是落在那只骨节分明的手掌上。他就这样握住了江时院的手，自然而然的。是吧？裴太傅也觉得提前碰碰对方不犯法。江时院后悔了，刚才怎么不趁机再摸摸裴彻另一边脸呢？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了。江时院胡思乱想，没有听清楚裴彻在说什么，他只听到裴彻最后的一句：你愿意吗？他怎么会不愿意呢？怕口头回复不够让他献俘，江时院伸了伸手，手指挤入裴彻的指尖，原本被握住的手变成了十指交扣。太傅，我愿意。看着两个人紧握的手，又看了看江时院郑重其事的神色，他忽地笑出声来。那明日不要乱跑，我请您德侯老夫人上门为我保媒赎亲，该有的礼节一样都不会落下。裴家会前来提亲的消息，不仅提前告知了江时院，也提前通知了江贵妃和整个江府。闻德侯老夫人德高望重，说起来，咱们贵妃娘娘和当今的圣上，当初也是闻德侯老夫人牵的线保的媒呢。裴大人能请他老人家来，真是用心了。不只是闻德侯老夫人，我看裴家送来的聘礼单子，那才叫真的用心呢。商铺、田庄、布匹、金银、珠宝、古玩，那聘礼单子啊，比那家规还长。小姐，你要发大财了！江时院被逗笑了，那丰厚的单子让他欣喜，可是欣喜之余又更觉得负担，因为无法对等回应而产生的负担。好了，时辰快到了，红豆，你去门口看着，清柳，你去茶水间守着，再去个人吃厨房看看点心准备好了没。今日是小姐的大日子，万不能出一点岔子。谁要是出错了，别怪嬷嬷我翻脸不认人。是，嬷嬷放心，一定不会出岔子的。小姐啊，文远侯府世子命人送来了一封信。热闹的街口，一行喜庆的人马缓缓而行，吸引了行人不少的目光。小叔，都追回来了，还差一些。也不知道是谁到他小叔面前告的密，把他倒卖小叔字帖，把小叔字帖当护身符倒卖的事儿给捅了出来，害得他一宿没睡，全程奔波，一个一个的把东西讨回来。小叔，那些字帖每一张我都仔细看过的，都是无关紧要的诗词，而且被我拆分成了无数份。我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想帮帮那些人。你不知道他们多仰慕你，读书人都以你为榜样，他们把你的字当成了最强的精神寄托。小叔，
你忍心就这样摧毁一个苦读奋进人的精神明灯吗？他们把你的字当成了最强的精神寄托。小叔，你忍心就这样摧毁一个苦读奋进人的精神明灯吗？我还答应帮小婶婶找人呢，哪有空啊？找什么人？江小姐没跟小叔说吗？她非常喜欢小叔送的画本，还想结识那个写画本的作者，让我帮忙找找呢。找到了？找是找到了，但是对方不松口，也不肯放人，连见一面都不肯。有事让余良帮你。啊？裴子也又是一惊。余良，那是小叔手里最得力的手下，他此前讨要了多少回，也没能把人借过来。现在，小叔竟然二话不说，主动把人交给他使唤。果然，祖母说的一点都不错，小叔他就是个装货。那小叔，那些护身符是不是不用追回来了？先做正事。得令。说话间，队伍来到积水巷的巷子口。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马背上稳稳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单手持鞭，一袭红衣，猎猎生风。太俊了，这谁家姑娘啊？这不是小婶婶吗？马车上的车帘不知什么时候升了起来，帘后的人眸光幽深，一眼不错的望着那道身影呼啸而过，然后消失在视线里，连一瞬的停顿都没有。江时院骑着马直奔城门。往日清幽的别庄里，此时充斥着说笑声和丝竹器乐声。沈绿初临时起意，在别庄里办了一场曲水流觞，邀请了京城所有的好友，还有京城最有名的弹唱班子。这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状元符吗？看着跟普通的符咒也没什么区别。沈世子莫不是被骗了吧？另外一个男子嬉叫一声，伸手抢过去。也不看看这符咒是谁送的，那是江时院一步一叩首，跪上承接给我们沈世子求的。江时院骗谁都不会骗沈世子啊，他敢吗？他不敢，是不是啊，沈世子？他不敢。那笑里有着被追捧的愉悦，还有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得意。一旁的周景深皱了皱眉，有些看不过眼。绿初，别太过了，江时院也是一片诚心。就是看在他一片诚心，才会收到现在，不然就这不值钱的东西，赏给下人都嫌弃。沈绿初不以为意，抬手将那已经空置的香囊像是丢什么脏东西一样远远地丢了出去。江时院提着马鞭走进来时，正好看到这一幕，他送沈绿初的护身符被人哄抢撕成两半。江大小姐怎么来了？下人没告诉你吗？今日只宴请了男子，女人勿进。是你给我写的信吗？什么信？我问你，是你写的吗？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不见我吗？怎么我一勾手，你就马不停蹄赶来了？江时院，你的骨气呢？江时院天天死乞白赖的缠着沈世子，哪有什么骨气啊？不仅没骨气，连尊严都没有，贱得跟条狗一样。他出身就这样啊，一个武夫一个土匪，能生出什么好东西？沈绿初只觉得刺耳，他正想喝止，一声破空之声响起，江时院手中的鞭子已经甩了出去。我父亲是战功赫赫的镇国将军，母亲是圣上清风的第一女将，你们若敢再出言不逊，今天休想走出这一步。沈绿初，我以为你只是后悔了，你后悔当年对我的承诺，你不喜欢我，我不强求，但我没想到你竟会拿我父母尸骨的下落来消遣我。你说你有我爹娘的消息。他明知道父母的离世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明知道他此生的夙愿就是想要再见父母一面，哪怕是一具枯骨。可是他呢，竟然为了让他屈服，编造出一个假消息骗他出来。沈绿初是疯了吗？他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江时院父母的战亡换来数万人的性命，这样的大义，天底下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他想起来了，3年前的重阳节，江时院突然找到他。我不能再陪着你了，
我要成亲了，家里给我安排了联姻，我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江时月，给我3年时间，等我高中，我就说服母亲来娶你。他记起来了，不是，他怎么会忘呢？江时月，我忘了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是忘了？他是怎么做到若无其事地说出这2个字的？提醒，还要怎么提醒？过去3年，他几乎每日都出现在他的面前，沈律初的不堪让他觉得自己当初对他的悸动很愚蠢，这些年的追逐更是一文不值。他无话可说，转身向外走。他以为事到如今，是非对错早已分明。江时月，我让你走了吗？不准走！你闹这么多天就因为这事儿吗？因为我忘了当年的承诺吗？江时月，春闱还没到，我没有失信。今天我就当众再说一遍，等我高中，我会娶你进门。这下你满意了吧？沈世子，你要娶谁与我无关，祝你幸福。江时月，你要是出了这个门，以后就再也别想回到我身边了。江时月连头都不回，快步奔出了别庄。小姐，你去哪儿了呀？陪车呢？小姐放心，太傅那边没事儿，圣上临时急召，太傅紧急入宫去了，让人通知把提亲的日子后延了。推迟了？信呢？我留的信呢？交给太傅了吗？江时月的心咯噔一下，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太傅根本没有上门，然后又通知改了日子，所以……红豆看着江时月凝重的神情，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犯错了，可能犯了大错。小姐，奴婢是不是做错了呀？奴婢这就去给太傅府送去。江时月的心中一片苦涩，先是安抚了红豆，而后拿上信，再一次翻身上马，扬鞭向着太傅府奔去。江时月没有见到裴太傅，只见到了裴子野。小叔进宫去了，小叔让我把这个交给你。尘封的记忆如那泄闸的洪水般汹涌而来。裴小夫子不过是可怜你父母双亡，才对你照拂呀。你倒好，小小年纪就怀春思人，好不要脸。你就承认吧，你上蹿下跳装疯卖傻，不就是想吸引裴小夫子的注意？贱不贱呐？想要勾引人也要拿出点像样的东西啦。这么破荷包，有什么人啊？我不是，我没有。我不是，我没有。他从来没有那样的心思，他只是想感谢裴彻，感谢裴彻在他不想回那个空落落的将军府时收留了他和他的猫，他只是想感谢而已。我不是，我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他没有爹爹和娘亲吗？所以所有人都要污蔑他。那他们的爹娘为什么不去打仗？为什么天下安宁就要他没了爹娘？这公平吗？这次我好像真的把太傅惹恼了，这事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错。那姓沈的怎么能这么过分？他还是个人吗？他还有一点良心吗？当年在沈家别庄，如果不是小姐冒着大雪找到他，他早就没命了。他也忘了吗？怎么能这么害人？害得小姐耽误多年不说，还坏了小姐的好事。这种人根本就没有心。往事不可提，过去就过去了。他年少无知，信错了人，又执迷不悟，耽误了3年，这些他全都认，他不纠结。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要怎么让裴太傅原谅自己。裴彻不是鹿鸣书院的夫子，不是谁的小叔，是我未来的夫君。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是要共度一生的。江时苑正想着，要是裴太傅再不出宫，他就去找谢若若帮个忙。大小姐，裴公子登门求见。谁？裴公子？江时苑提起裙摆，想也不想，疾步迎到会客厅。裴簪雪。小婶婶跑得这么着急，以为我是小叔，还是以为我是我那不成器的哥哥裴子野？江时苑苦笑了一下，向裴簪雪摆出求饶的表情。裴簪雪却没有放过他的意思。还真是，小婶婶，你怎么会以为自己要嫁给裴子野？
小婶婶你生得这般漂亮，裴子也那种货色，怎么可能配得上你呀？贵妃娘娘没有跟小婶婶说吗？3年前圣上虽然是随口指的婚，但小叔叔却是满口应下来的。圣上怎么会想到为我和太傅指婚？他至今不知当初姑母是怎么求圣上指婚的。又是怎么把他和裴太傅凑在一块儿的？具体如何我也不知道，不仅我不知，家中长辈也不知，只记得那日许久不回老宅的小叔回来，祖母特别高兴，张罗全家上下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就在饭桌上，小叔突然宣布到我要成亲了。你知不知道当时那画面全家都是大吃一惊，裴家主的筷子掉在地上，我爹差点被汤给呛晕，裴子也更是直接把嘴里的饭给喷了出来喷了捡筷子的裴家主一脸。为此啊，裴家主还特意回去立了一条家规，叫什么来着？裴氏家规第731条，与长辈同席，长辈有话时低头闭嘴。小婶婶你怎么知道？果然小婶婶就是天选的裴家人。原来那匪夷所思的天条后面都藏着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反正这消息一出啊，大家都很震惊，但祖母非常高兴，当晚就开了他老人家的库房，盘出了1盒压箱底的东珠，准备当做见面礼。结果没几天，小叔就让人又来通知婚事取消了，祖母的东珠又放回去压箱底了。这婚事就像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一来一去，小婶婶你却从未露面，甚至连名字都没露，却已经是我们裴家的传奇，敢拒绝当朝太傅，你真的是这个。我也没想到我当年拒绝的是裴太傅。这么说当年小婶婶会错意了？那要是当年小婶婶没有会错意，那还会拒绝小叔吗？不说这些了，小婶婶之前不是说要下帖邀我和表姐一起玩吗？我等了这么多天没动静啊，只好自己上门了。走吧，换身衣裳陪我出门逛逛。不容江时苑拒绝，裴簪雪直接丢给他一个包袱，拉着他去换衣服。发带、发冠样样齐全，他看着有些眼熟，江时苑推拒不了，且之前确实答应邀约，只好依他所言换上男装。好俊俏的小郎君啊，某人待会见了一定会挪不开眼。裴簪雪拉着江时苑走进了京城极负盛名的望仙楼。要吃什么尽管点。小叔。裴彻听到裴簪雪的声音，转头往他们的方向扫了一眼，然后头也不回地上楼去了，连一个眼神也没有给江时苑。小叔怎么没反应啊？我今天特意，今天是祖母嘱咐我，让我带着小婶婶你出来散散心的。小婶婶你别介意啊，小叔他就是这样，一忙起来什么都不管不顾。听说小叔为了正事把提亲的日子推迟了，祖母生了好大一场气，怕你多想，今日特意让我过来陪你转转。提亲推迟不是太傅的错，是因为我。江时苑将自己那日爽约去见沈律初的事儿一五一十告诉了裴簪雪。是我惹太傅生气了。哦，我说方才小叔怎么看起来这么幽怨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小婶婶你打算怎么办啊？我打算哄哄太傅，就是不知道太傅好不好哄。裴大人，有人嘱咐小的将这东西送给大人。什么人？那人自称是您未过门的太傅夫人。席间一静，夫人还留下了一句话，夫人说收到赠礼即便不喜也该当面交还，叫别人转交算什么东西？若不是对方给的钱多，他是万万不敢把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当着裴大人的面说的。转告他，若是当面赠，自当面还，转借他人之手，视为不成。小婶婶，这就是你说的哄吗？你确定不是在骂人？要哄也得先让他见我，不是吗？好吧，我承认，我也没想到什么招。簪雪，太傅这是什么意思啊？收了东西应该是原谅了，可是小叔那句话又明显是不原谅。我想小婶婶你或许需要几个军师，走，我这就去给你找人帮忙。姐妹们，这里有一位姑娘把她未婚夫给惹毛了，
急需一些破解之法。书铺中陡然一静，里头的人循声纷纷地望过来。姑娘，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这里啊，要四书五经没有，但是这女人需要的各方面秘籍，上至管家礼账，下至真侠女工，应有尽有。姑娘，怎么惹恼你夫君了？说来听听，姐姐们帮你参谋参谋。我在我夫君上门提亲那日跑去见了别的男人，还被他发现了。哎呦呦，妹妹看着娇小，胆子倒是很大，女中豪杰呀，男人的逆鳞也敢碰。如何？他要退婚？没有，他说他有事，半途折返，把日子往后挪了。这都没退婚，还给你遮掩，那他一定很喜欢你。男人能做到这么豁达，那肯定是喜欢了，还不是一般的喜欢，是喜欢死了。他不喜欢我，我们只是因为一些原因两家结亲而已。裴彻怎么可能喜欢我？裴彻怎么可能喜欢我？那得多大的利益，会让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咽下这口气？他很丑吗？癞蛤蟆想吃你这天鹅肉？封神俊朗，无人能及。那他很穷，很落魄吗？他见面给了我36颗东珠，聘金价值1000万。啊，东珠？1000万！妹妹，你糊涂呀！你怎么能在你夫君提亲之日做出那样的糊涂事来？还说不喜欢？你嘴里的每个词都告诉我，他喜欢你喜欢的不行，这种最好哄了。你只要朝他勾勾手，人保准气消了。不信你试试。是吗？裴彻喜欢他？姐姐们这么笃定，弄得他差点都信了。这里真特别。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儿，这是刘掌柜经营的女子善堂。这里原本啊只是一个书铺，是刘掌柜的夫君生前给他留下来的。因为要养活家里的弟弟，刘掌柜小时候被生父卖给了人牙子，从小颠沛流离，吃尽苦头。直到15岁时遇见他夫君，刘掌柜的夫君把他从人牙子手中救下，还教他算账，教他认字。那江时院的心弦忽地一动。某种程度上，裴彻也教过他算术，教过他认字了。10年前，裴彻没收了他的猫，他翻墙去找猫，结果不小心打翻了书房的灯，烧了他半间书屋呢。猫没要回来，江时院卖身为奴，要给裴彻当书童。三雪，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我嘛……忽然砰的一声，书铺的大门被猛地从外头撞开，一群佩刀的官差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望仙楼，小猪不好了，小姐姐被官差给抓走了。裴哥哥，小鱼儿，找我是有事吗？裴哥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半个时辰之后，你确定这里有惊喜吗？我听钱掌柜说，裴哥哥在找一个写话本的书生，对吗？你找到了？我爹认识些人，帮我把人寻到了。苏黎洛含糊地说道，他才不会说，他是找他户部老爹要了几个人，直接查抄了千山书铺，把人给逮住了。人呢？人在哪儿？快让我见见。就在里头。只见昏暗的牢房里，一道纤瘦的人影安静地坐在干草堆上，六目相对，三脸齐猛啊！三个人震惊得无以复加，却又不约而同没说话。裴子也没有说话，是因为他在思考。从小到大，他的脑筋从来没有这么高速的运转过，可他还嫌转得不够快。吃面书生是小婶婶？但是他很快反应过来，如果小婶婶就是那什么吃面书生，那他还让自己找什么人呢？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苏小鱼抓错人了。苏小鱼把他的小婶婶，把未来的太傅夫人抓进大牢了，那小叔还能放过他了？而且他有预感，小叔马上就会出现，说不准这会子已经在路上了，他死到临头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呀，死脑子，快转啊！该死，怎么抓的是江时院？江时院什么时候会写话本子了？他怎么不知道？不行，他要扳回一局。一生要强的苏黎洛想着，抬手一把
挽住了裴子野的胳膊，向江时苑挑衅地看了一眼。看吧，江时苑，你的未婚夫在我手里。啊？苏黎洛什么时候和裴子野这么亲密了？难道这就是裴子野这么多年一直晃荡都不成婚的原因？他喜欢苏黎洛。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先是吃面书上是……等等，这不是大街上，这是大牢。我是被官差抓进来的。那裴子野和苏黎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难道……不是吧？裴子野，这什么情况？江时苑的话还没说完，牢房外的裴子野拉起苏黎洛的手，逃命似的跑了。牢房里人生地不熟，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熟人的江时苑，看着裴子野头也不回的跑了。裴子野，你跑什么啊？我听说那什么书生写的都是些不堪入目的文章，下流粗鄙得很，就该把他抓起来，省得带坏小姑娘。我们抓错人了，今天的事你别再说起，你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做的，听明白了吗？为什么？这还有什么为什么？大牢那么脏，本就不是你该去的地方，我怕弄脏你的绣花鞋。我回去把事情料理了，你先回家去，我不送你了。屁股还没坐热，牢房外响起了一阵脚步声，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诚惶诚恐跟在一个男人身后。江姐姐，我没事。大牢屋主不知何事惊动了太傅大人，竟劳烦太傅大人亲自跑一趟。太傅，捞我！开门。啊！太傅大人发话，小的不敢不从。只是此人行为不检，为谋暴利，擅自编撰传播不雅书籍，影响极其恶劣。今日这好不容易才捉拿归案。什么不雅书籍？我写的都是合法合规的，都有翰林院报备。你不要因为我是写话本子就瞧不起我。人有七情六欲，四书五经能修身养性，话本戏曲也能怡情自娱。太傅大人，我说的对不对？哼，他是我的人，有什么事我自会跟你们大人交代。他是太傅的人，是什么人呢？我夫人。他的侍从立即上前，直接取了狱卒手中的钥匙，打开了牢房的门。太傅府书房，裴彻端坐上首，眼前放着一摞书册，书册扉页上题着许多香艳词句，十分露骨。不远处并排3个人，江时苑、裴三雪，还有半道上被押回来的裴子野。说说看，什么时候学会了写话本子的？几年前闲着无聊随手写的，没想到送到书铺突然就火了。哼，这么有天赋，那是打算以后以此谋生？小叔，你别生小婶婶的气，与小婶婶无关。那些粗俗不入流的故事都是我写的。今天官差突然上门抓人，我慌了神，小婶婶识破了我的身份，怕我还未出阁便失了亲誉，才会冒名顶替我。啊，怎么是你呀？完了，本以为抓错人抓到了小婶婶就够我喝一壶了，没想到还捅出了这么一个惊天骇闻。哎呀，这是不仅惹到了小叔，这是直接一炮把自己家给点了呀。我不过是在外游手好闲了一点，就天天被家里训导。家里那群老古板，要是知道他们最看好的掌上明珠在外面写那玩意儿，会是什么表情？我这捅娄子的罪魁还有好日子吗？哎呀，怎么办？现在把苏小玉供出来还来得及吗？我行为出格，还差点招惹来祸端，给家里和裴氏丢脸，请小叔责罚。裴氏一族立身100年，要是因为你随手的几个故事就丢了脸面，那这名号留着也没有什么用了。你喜好如此，与家族无关。不过你自己想清楚了，这世道对女子要求极高，你的与众不同，注定会被曲解、被误会。这些你能承担吗？小叔，我很享受为虚构人物赋予血肉的过程，更享受枯燥的宅院生活，因为自己的想象变得丰富多彩。小叔，我想试试。裴氏到底是簪缨之家，容不得你胡来。你既还要执迷不悟，那只能家法处置。即日起，你就在太傅府闭门思过1月，抄女则10卷。等等，江时苑一愣，不是，
这刚才不还好好的吗？这怎么又罚上了？裴三雪写的故事，那虽然套了一点香艳的噱头，可是故事本身并不露骨啊。若真的粗俗不雅，官府怎么会允许发行呢？江时院不服，正要为裴三雪求情，却被裴三雪一把拉住。小叔罚了我爹就不会再罚我了。而且我在太傅府啊，没人看管，禁不禁足的谁知道呢？至于什么女子啊，小叔最讨厌女色女贵，我敢担保，我就是交上去一堆白纸，小叔都不会再看一眼的。你自己去领20大板。小叔，你好偏心啊！裴子也呜咽一声，苦着一张脸走出了书房。那我呢？我也错了，该领什么罚？你有错吗？有错，我犯了很大的错，我不该在太傅上门提亲的时候跑去见别人。都处理好了吗？显然问的是他和沈律初之间。都处理好了。那就没事了。太傅，要不你还是罚罚我吧。好啊，你要罚什么？抄书还是挨板子？恰在这时，外头传来裴子野一声哀嚎，是真打呀！让我给太傅当书童吧，我给太傅端茶倒水，研磨扫地，以此抵罪。熟悉的话语在耳边响起，裴彻想起自己10年前真爱的琉璃盏程泥燕，至今还破碎不堪，躺在库房的角落里。不需要。退一万步讲，今天的事儿太傅就没错吗？裴子也是因为我才去抓人，而我是因为看了太傅送来的话本，才想起想要结识人的念头。裴氏族老们知道他们的太傅这么不正经吗？他竟然给自己未过门的妻子送那样香艳露骨的书籍啊！这次要多少月银？10年前说要卖身抵债，结果撒泼打滚，说要先结月钱，等他凑齐了再一起销账。他倒是付了半年，那最后也没见他来呀。赔罪嘛，怎么能收月钱？不仅不收月钱，我还有赔礼送给太傅。锵锵！江时院从袖中掏出一只草蚱蜢，他用大牢里的干草编的。太傅，送你。这是什么？大牢纪念品。这淬了毒的嘴啊！这是草蚱蜢，我知道。太傅府上有金龟玉蝉，什么奇珍异宝都有。但太傅，你有大牢甘草手编的草蚱蜢吗？没有吧？我既要送礼，自然要送这天底下独一无二太傅又没有的。不送特别的，那太傅怎么会记得他呢？这个道理江时院8岁就懂了。而且我这次是当面送的。明日我要早朝，不知什么时候出宫。你若想见我，在太傅府等我。好，我明日再来找太傅。江时院起身告辞，退出了书房。他看着桌上的丑蚱蜢，有些苦笑。什么独一无二？他不记得了。康正21年10月初7，城南庙会，他买了整个庙会最威武最雄壮的草蚱蜢，报的裴彻的名，赊的他裴彻的账。裴彻嗤笑了一声，随手将东西丢进手边的暗格。已经发黄破损的草蚱蜢边又多了一只奇丑无比的干草蚱蜢。不是说做做样子吗？你怎么还真跪上了？我在忏悔，我很内疚，我竟然把小叔写死了。小叔那么好，我怎么能把他写死呢？所以说《簪花记》里那个爱而不得还被挫骨扬灰的大反派真的是你小叔啊？因为那个时候小叔对我们太严苛了，他说我做的文章狗屁不通，我一气之下就把他写进了话本子里。江时院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因为曾经他这块朽木也有过相同的念头。簪雪，那你为什么要叫吃面书生啊？太滑稽了！你若不叫这名，我也不会对你好奇，也就没今天这遭了。哎呀，没办法，我入行太晚，什么玉面书生、白面书生、铁面书生都被人给占了，我就只能最后起了个吃面书生，正好我爱吃面。江时院被逗笑了，和裴簪雪说明来意，他找裴簪雪借了几身男装，明天就要用，临时去治已是来不及了。有的，管够。
我待会儿呢就叫人给你送上门。小婶婶，我比谁都会嘛，还有什么军师啊？又聊了一会儿，姜时院起身告辞。出门的时候正好经过后院，裴子也趴在长凳上哼哼唧唧，那板子没挨几下，行刑的侍卫耳膜已经被破了800个洞。小婶婶，救我！我有什么错呢？我不过就是想要讨好小婶婶，想让小婶婶开心而已。裴子爷，我知道人不是你派的，也不是你抓的我，是他对吧？他就知道是苏黎洛搞的鬼。等等，那他们要是成了，那我和苏黎洛岂不是要成为一家人了？算了，还是不要想了，有点可怕。但若是成了，苏黎洛岂不是以后永远都低我一头，每次见着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小婶婶，这不比杀人还诛心啊？裴子爷，那姑娘漂亮又端庄，你可得好好待人家，莫要辜负了人家姑娘一片真心。裴子也还在震惊之中，骤然听到这样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脑子根本就转不过来。这还没成亲呢，小婶婶说话怎么一股子小叔味儿？小婶婶！裴子也趴在长凳上，眼睁睁地看着姜时院越走越远，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很难不怀疑姜时院是故意的，故意报复他。裴子也咬着牙呀，果然呢，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样人，一样的睚眦必报。周公子，请你去劝劝我家世子吧。他怎么了？自从别庄回来之后，世子就把自己关在书房苦读。这不挺好吗？但世子已经几日未曾合眼。沈绿初这是在干什么呀？玩弄人心吗？那姜时院现在不跟他玩了，他收手就好了，这怎么又闹出这样不理智的事来呢？那天姜时院那鞭子没甩在他的脸上，就已经是给足沈绿初体面了。绿初，我没空，春未将至，我要专心备考，这次状元非我莫属，我要连中3元，让姜时院知道我没有失信。哎呀，你想娶姜时院，那你就好好跟姜时院道道歉，他等你这么多年了，只要你低头好好哄上几句，他一定会再给你一个机会的。我只是忘了，又没有失信，我为什么要道歉？绿初，别庄那日你真的太过分了，姜时院也是真的生气了。哎呀，我知道你也是太在乎他，才会情急失了理智。没有，谁在乎他了？喜欢我的人那么多，我要每个都在乎吗？哼！周景深无可奈何，甩袖子走了。出去！以后关于姜时院的任何消息都不要传进来，不想听。翌日清晨，恭送太傅大人早朝。裴彻站住脚步，上下打量他，察觉他的目光。姜时院低头看了看自己，今天他穿的是裴三雪送来的男装，不好看吗？衣裳好看。怎么这样？姜时院有些怀念前几天的裴太傅了。前几天的裴太傅会夸他好看，而不是衣裳。太傅大人，早点我为大人准备了桂花糕、云片糕、核桃酥，还有8宝油糕，大人请用。真要给我当书童？真要给我当书童？那是自然，昨日不是说好的吗？那当的不好呢？还不好吗？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多尽职啊！裴太傅看着他的眼睛，但是不说话。上次远远瞄一眼都能发现我眼底的压青，现在都贴在他眼皮子底下了，他都没发现吗？为了来给太傅当差，我可是半宿没睡，鸡还未啼我就起来了，就怕耽误了太傅早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干了活当然要吆喝呀，要不然你还指望黑心主子良心发现吗？姜时院打小就爱吆喝。夫子，我扫地了，扫了好大好大一堆，我棒不棒呀？夫子，我浇花了，水桶好重啊，把我的手都磨破了。夫子，我今天把后院的蚂蚁窝填了，太可恶了，胆大包天的蚂蚁竟然敢咬我夫子的书，罪不可恕。确实，姜时院很勤劳，扫完的落叶成了他的蹦床，浇过的花全部淹死了，只有扫荡蚂蚁窝算是干了一件正事儿，那也只是因为他不想写功课而已。起得再早也没用，你的太傅大人不喜欢甜食。
江时苑愣住，裴彻不吃甜食吗？那2次的糕点是，难道是特意为他准备的？马车抵达宫门前，江时苑还在发愣，裴彻的声音响起：要跟我一起进宫，还是在马车上休息？江时苑摇了摇头，怕被误会，不是偷懒，是怕被人撞见了。好。裴彻笑了笑，起身下了马车。太傅大人。临近早朝，宫门口已有不少官员，众人下车下轿，见到裴彻，纷纷拱手见礼。各位大人早。你觉不觉得今天的太傅有些不一样？今天的太傅看起来好像很好说话的样子。是吗？那我那份拨款书今日是不是可以找太傅批了？又议了半个时辰，早朝终于散了。裴彻举步出了宫门，侍卫将车赶来，一如往常，又不同往常。裴彻在车前驻足，轻轻掀帘子，却是不想车厢里头空空如也，裴彻的心也跟着一空。裴彻回头，就见江时苑的手里抱着一个大大的食盒，气喘吁吁的从对面的街边向他跑过来。太傅，我买了咸粥、酸粉、辣条子，还有现包的苦菜包子，这下肯定有你喜欢的了吧？江时苑跟着裴太傅去了府衙，太傅深得陛下信任，6部不能拿定的事儿都得由太傅过目，太傅批阅之后再送成龙案。但是江时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裴彻一样这么喜欢办公，一进府衙看着那些奏折，嘴角就没有下来过。这就是权力的魅力吗？江时苑盖上薄被，美美的合上眼，也不知睡了多久，迷迷糊糊间突然听到3个字：如意楼。如意楼的红烧狮子头一绝啊！我好饿。裴大人，今日下官在如意楼订了一桌席面，诚邀各位大人一起小聚，不知太傅大人是否得空？太傅大人金贵威严，素来不会参与他们这种酒局，尤其还是他这等微末小利的邀约，李清主要是出于感激。感激今日太傅大人大发慈悲，他改了8遍的拨款书，今日终于通过了。好，我待会儿就到。没关系没关系，太傅公务繁忙，宵衣干食没空也正常。李清说了半天，猛地反应过来，然后惊讶地看着裴彻。李大人先行，我和我的书童随后就到。好，叫你那么多遍都没醒，听到如意楼立马就醒了。这人怎么什么都瞒不住啊，说的好像他多馋一样，也不想想他一天没吃饭呢。如意楼的名气虽然比不上望仙楼和天香居，但是菜品做得极好，太傅待会儿都尝尝，尤其是那道红烧狮子头。太傅虽然是客，但也别让人等急啦，快走吧。太傅，你看起来很不受欢迎啊。你之前不也跟他们一样？裴太傅说的是他前几次看见他也像他们一样的滑稽。尊卑有别，诸位大人们在里间就坐，江时苑和其他侍从在靠近门边的小外间坐下。小哥，你开着好面生啊，你是太傅府的新人吗？以前从没有见过你。我昨日才到太傅府，今日才当值。哦，难怪啊。我听说太傅府很难进的，太傅要求严苛又很挑剔，很难伺候的。谣传都是谣传，太傅大人好得很。太傅大人在朝堂上为国为民，公正廉明，私底下也是极为大方。你知道吗？太傅每月给我这么多的月银。多少？5两，月准时，从不拖欠。哇！哼，江时苑轻笑。他们要是知道5两是他8岁时的月钱，那估计得羡慕的流眼泪呀。裴彻这个人，他就是很大方，嫌他吵就拿银子堵他的嘴。太傅大人可有什么需要？加个红烧狮子头，另外这里面的席面再备一桌，送到外间，都算我的账。很快，一桌丰盛的酒席送到外间的桌上。
江时院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红烧狮子头，他嘴角上扬。看吧，我家太傅是不是很好很大方？众人纷纷试着向裴彻敬酒，裴彻亦都照单全收，这气氛一下子烘托到了极点。太傅大人，我今天好高兴，好高兴太傅大人能来。太傅，你知道吗？我夫人给我生了一对龙凤胎，你不知道，多可爱呀！裴彻这才知道，李清请客是庆祝自己喜得麟儿。恭喜！太傅大人呐，我的好大人，听闻大人要成亲了。太傅，你不知道小孩有多可爱，太傅和太傅夫人的孩子一定更可爱。哼，我和江时院的孩子肯定天下第一可爱。如果他愿意，只要他愿意。太傅，我带了解酒药，你就说我尽不尽职？眉目如画，肤若凝脂，即便不施粉黛，身着男儿装，依旧掩不住她灿如春华，娇若秋月。江时院，那声音格外的耳熟，耳熟的裴彻狠狠皱了皱眉，忽的眼前一暗，唇边附上2瓣炽热，清冽又霸道的气息直入肺腑。毫无征兆的，腰上多了一只手，把他往回一拉，江时院跌进一个宽大的怀抱里。江时院被迫仰着头，承受他倾覆而来的汹涌的情绪，唇齿相依，呼吸交缠，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江时院，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看见你了。他们说的没错，江时院那么喜欢他，只要他和江时院好好说上几句话，他就一定会回到自己身边的。江时院，我的承诺还有效，我会苦读，明年春闱之后就会说服母亲迎娶你过门，所以别闹了好吗？别桩的事我可以道歉。怎么会是裴彻？这是裴彻的马车。裴彻薄唇微勾，显着一抹笑，眸光戏谑，不同以往。沈世子，你挡道了。他刚才分明看到了江时院的身影，他不会认错的。哦，沈世子是在找人。沈绿初这才看清楚，裴彻的怀里还有个人，那人身形娇小，把脸紧紧地藏在裴彻的怀里。沈绿初只看到了一只红得滴血的耳朵。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是一看这就是个女子。上次是当众搂抱，这回又是什么戏码？裴彻也玩这些浪荡的戏码吗？看样子还挺乐在其中的模样。这就是人人称颂的清风明月，可笑。这么说我看错了，刚刚上车的是裴彻的那位夫人，大约是近日没有好好休息，又是在这夜里的缘故，一时看花眼了。沈绿初给自己找到了原因，不然呢？那总不可能把那个裴太傅拉下神坛，屡屡当众失格的女人就是江时院吧？不可能。抱歉，我看错人了。沈世子，有些事不是你害怕发生它就不会发生，有些人也不是你觉得不会走他就会永远在原地等候。裴彻说完，放下车帘子，车轮滚动，一下子消失在夜色里。见过五皇子。不巧，方才他在楼上等候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和裴太傅在地下的对峙。女人这种东西，就算是自己不要的，转头落在别人怀里，那是个男人都会觉得不爽。看样子表弟对江时月那个女人还是念念不忘啊。她从小与我相识，情分自然与别人不同，我们很好，
不劳五皇子挂心。谢景修愣了愣，江时院都与人定亲了，沈绿初还在念旧情。世子若是喜欢江时院，本皇子倒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助你得到江时院，如何？不需要，五皇子若无别的事情，沈某先行告退了。科考在即，沈某还要回去温书，告辞。沈绿初撂下话，转头就出了厢房。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沈绿初是什么意思？沈绿初踏出厢房，正好听到这句咆哮，冷笑一声。什么意思啊？谢景修不过是想拿一些蝇头小利，趁机拉拢他们文远侯府罢了，在这把谁当傻子呢？况且他沈绿初要得到江时院，还需要别人的帮助？笑话！江培这门亲必须拆，拆不了就毁了。沈绿初不配合，那他就换个法子。要想毁掉一个女人，法子多的是啊。都安排好了吗？已经安排好了，陛下已经通知裴太傅离京查看。这头马车穿过夜色，不急不缓地向着将军府去。裴彻酒醒了几分，初尝芳泽的窃喜和沾沾自喜的虚荣如泡影一般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烈的懊恼。他从来没有犯过这样愚蠢的错误，他让江时院难堪了。抱歉，我不接受。那你想要怎么办？我的嘴破了。他都推他了，结果裴彻反倒把自己按得更紧，这让他明天怎么出门见人呢？仅仅是因为这个吗？他承认他是被吓着了，但是他好像也不怎么抗拒，你感觉就还可以，如果嘴角没有破会更好。太傅以后还是少沾酒呗，一喝酒人都不高冷了，还有点丢人。这是他第一次见裴彻失了仪态，他变得没那么遥远了，甚至还和自己有了共同点。明日我要出城去豫州，你想要什么我带回来给你。去豫州做什么？豫州粮仓出了些问题，圣上不放心，让我去走一趟，大概要去5天。有想要的东西吗？没什么想要的，相反我有东西要给太傅，等太傅回来给你看。什么东西？太傅回来就知道了。好。裴彻应下，他有些期待。太傅的吻技和他当夫子的耐心一样差，是不是因为那也是他的第一次啊？把江时院安全地送回去之后，裴彻折身回到了太傅府。我要离京几日，余粮留给你。真的吗？随便给我用吗？你说呢？哎，知道了，小叔不在，我一定好好照看小婶婶。城东的马场给你了。裴子也接过，撅着屁股恨不得当场给裴彻磕一个。这就是他虽然被嫌弃，可还要死皮赖脸赖着他小叔的原因。英明神武的太傅大人虽然罚得重，但是讲得更多。谢谢小叔，我保证一定把小婶婶护得严严实实，绝不让小婶婶有一点点不愉快，更不会有任何意外。不单单是为了石院，你既有心仪之人，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小叔，你都知道了。家里可以供你一辈子挥霍，给你四处折腾的底气，但嫁给你的姑娘要与你共度一生，她想要的安全感家里给不了，得靠你自己挣。小叔，我知道。交代完裴子野，裴彻又去了卧室更衣。秘诀上市了吗？以后府上各个房间都摆上小秘诀。大人，马匹已经备好，是否立即出发？即刻出发。裴彻转身披上一件黑色的大氅，快步出了门。他会喜欢什么？豫州有东珠吗？昨天小姐是多饿呀，这嘴巴咬了这么大口子，小姐下次吃饭的时候可得要慢些。江时院脸上一红，含糊地应了一声，光着脚去了隔壁的厢室。好几天没碰他的宝贝儿了，手痒得很，鼻子也痒得很。今天要用什么香呢？红豆姐姐，我选不出来，你帮我选选。小姐看起来变得开心啦。难道我以前不开心吗？红豆也说不上来，
怎么说呢？以前的小姐开心很安静，现在的小姐开心的连头发丝儿都在跳舞。这种感觉，以前小姐只在城外跑马时才会偶尔出现。小姐啊，是因为裴太傅吗？这就是嬷嬷说的，跟好的人在一起，自己也会变得闪闪发光。小姐早就该离开那个沈绿初，她就是晦气。江时苑这才猛地想起，沈绿初昨晚也出现在如意楼，还在马车外喊了他的名字。他好像说了什么，但是那种情况下，江时苑什么都没有听见。算了，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想必他昨晚也看见我和裴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纠葛了。又费了一番功夫，江时苑终于选定了今日要用的香粉，穿戴整齐，吃了早饭之后，便乘着车到了沉香房。房主，房主，今日我时间紧，你们先紧着重要的事禀我。房主，有位夫人订了一批双锦晨韵，可是我怎么调都差了一缕香。用料都没有问题，风干不对，需放龙脑香溶液浸泡1个半时辰，再取出阴干。好，我立刻去重新调。另外一个人又拿了一盒香，江时苑照旧检查了一番，神色专注，从容不迫，越来越像一方之主了。喜欢的自然要做到最好。近来许多香铺模仿我们的灵犀香，香味相似，但价格只有我们1/10，沉香坊生意下落了许多。没事，他们效仿我们，正是说明我们跑得比他们快，站得比他们高。不用在意别人，只要我们跑得够快，站得够高，他们就永远追不上。灵犀香也卖了有段时间了，该换新的了。东家又调制了新香膏了，这次是什么香味？有柑橘的甜香，还有清茶的清新，不错不错。那这次的香叫什么？叫欢喜，是个好名字。还是照常，我亲手做的第一份给如夫人送去，其他的让厢房的人按方做一批出来。如夫人是沉香房的第1位客人，京城香行林立，她籍籍无名，能在短短的3年扬名立足，多亏了这位如夫人。是如夫人买下她第1盒香粉，并且向其他的贵夫人推荐，沉香房才没有在3年前关张。江时苑感恩在心呐，所以每一次出新的东西，必定第1个先送去给如夫人。这个月滞销多吗？不多，约莫加起来货值300两左右。那还是老法子，去尚书府请苏大小姐。江时苑小坐了一会儿，苏黎洛就到了。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多少银子啊？他都看上了什么，全都给我包起来。可是苏小姐，这些都是江姑娘先选中的。哼，你开门做生意图的不就是钱？我给双倍，我赶时间，包起来。苏小姐，你是我们沉香坊最大的顾客，我们肯定先顾着您，哪里需要双倍？苏小姐喜欢，该是多少就是多少。这里一共是300两。才300？江时苑，你什么时候这么寒酸了？你不是说你从不用100两以下的香粉吗？你还笑得出来？我跟裴子也在一起，你不生气吗？他今天还约了我去城东骑马。你跟裴子也在一起，我为什么要生气啊？哼，我抢你的东西，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生气？因为能被抢走的注定不是我的。你装什么大度？你不过是幸运，没失去过最珍贵的东西。若有一天你最珍视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你还能这么坦然地说出这句话？苏黎洛，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跟我较劲啊？因为江姑娘，我家小姐才被流放离京10年的。江时苑愣住，眼中疑惑更甚。他只知道10年前苏黎洛突然离京是南下养病，他还道苏黎洛身体好好的，怎么突然需要养病呢？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去养病吗？因为裴大夫问你出气去尚书府告状，我家老爷关了小姐半月禁闭，小姐出来之后大病一场，连夜就要被送到乡下，差点没能活过来。要你多嘴！裴彻替他出气？裴彻怎么会替他出气呢？那只不过是他和苏黎洛小孩之间的摩擦而已。裴彻看起来不像是会管这种琐碎的事情的。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苏黎洛因为这个被送到乡下，一去就是10年。这就是你一直针对我的原因？我不知道啊。不是，我针对你不是因为这个，我被赶到乡下，是我先惹的你，是我被父亲嫌弃，是我没人撑腰。我寄人篱下10年，都是我罪有应得。我针对你是因为……算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忘了，东西也肯定早不见了。他看了江时院一眼，转身大步离开了沉香房。知春追上马车，苏黎洛靠在车壁上，神色一片落寞。小姐，去成都马场吗？不去了。苏黎洛突然不想玩了，这一切都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闹剧，没有人在意。那小姐想要去哪？随便转转吧，只要不回府就行。红豆，你快帮我想想，我是不是在哪里得罪过苏黎洛啊？我来到小姐的身边，苏黎洛已经离京了，红豆也不知道。苏黎洛过去那么欺负小姐，小姐不生气吗？别人欺负我生气有什么用？要反击，明的不能来，就来阴的。沉香房能有今天，除了如夫人，第二个就要感谢苏黎洛。他不仅找苏黎洛清滞销，还故意跟苏黎洛说自己开了香铺，让苏黎洛跟着进场。结果当然是苏黎洛因为不熟悉香料迅速关张，然后他囤积的香料全都清仓到了他的手里，一度解决他资金周转不开的困境。这样想想，好像苏黎洛也挺惨的。况且我也得弄清楚原因，若是我也有过失在先，我会先弥补我的过失，再计较这3年的对错。夫子说正人先正己，与人不求备。既然这件事情还牵扯到裴彻，江时院觉得应该等裴彻回来之后跟他说一声。裴彻应该也不知道苏黎洛离京的原因，不容江时院多想。暮色四合，马车抵达将军府。江时院进门，秦嬷嬷送上一张撒花请帖，五皇子新得绝世美玉1块，明日戌时在府上设宴，广邀京中才子佳人一起赏玉。小姐，太傅府的于侍卫求见。快请快请。见过夫人。于侍卫无需得礼，这么晚登门是有什么要事吗？太傅有话嘱咐属下转达夫人。太傅有什么嘱咐？太傅说夫人也就捅蚂蚁窝，京城的天很高，夫人捅不下来，就算捅下来了，太傅也会撑着。江时院抿了抿唇，唇角微微勾起。他这是早料到会有人不怀好意吗？明日这宴会我去。小婶婶，今日有小侄为您保驾护航。还能骑马，拿20板子没挨几下吧？人要变通，有些板子不能躲，但有些可以。要是所有板子都打，那我早就被打成肉酱了。马车抵达五皇子府外时，已是华灯初上。公主这个东珠真好看，是贵妃娘娘赏赐的吗？哼，才不是，是本公主的一个崇拜者硬要塞给本公主的。本公主想着好歹是心意一片，丢了怪可惜的。江时院失笑，心照不宣，也伸手扶了扶头上七彩宝石金簪。谢若若看见了，唇角微微的勾了勾。哼，御膳房出了一些新式糕点，今日难得一聚，本公主带了一些给大家尝尝，还剩1块，赏给你了。说着，他便仰头走到江时院的面前，将最后的1块塞给了江时院。江时院伸手去接，一张小纸条压在糕点下，一起塞到他手里。江时院迅速收下，恭敬道：多谢公主赏赐，公主的簪子真好看，衬得公主越发明艳动人。你的也不赖。谢若若心满意足地转身，带着人快步离开了。待人走远，江时院这才打开手里的纸条：不要饮酒，不要吃东西，要吃也只吃你好朋友给你的。我们也进去吧。啊，好。裴子野像是在找人，下马之后就一直东张西望，半晌才回神。稀奇，江时院怎么跟裴子野一起走？周景深老远就见到了江时院和裴子野。别说，江时院和裴子野什么时候认识的？沈绿初抿着唇，漆黑的眸子紧紧盯着前头的身影。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江时苑是什么时候和裴子野认识的，他也不记得江时苑什么时候认识了除了他和他身边以外的人。他发现自己好像对江时苑一点儿也不了解，对他的生活也是一无所知。江时苑要和裴子野成亲了。沈绿初的脸倏地就黑了，表情难以凝状。苏小姐说笑呢，江时苑怎么可能会和裴子野成亲呢？裴子野一个纨绔，哪里比得上绿初呀？江时苑再怎么着也不会看上裴子野的。裴子野哪里不好了？至少裴子野不会出门还要他娘一路跟着。沈绿初回头，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辆马车，文和郡主从马车上走了下来。墨雨那狗奴才，这么冷的天，请忘记给你备上披风，待会儿饮了酒再吹风，定要着凉。只是披风，为何不将墨雨送来？墨雨呢？墨雨伺候的不尽心，母亲重新给你换个奴才。我已经答应你前来赴宴，你还要我怎么样？墨雨有什么错？因为墨雨跟我说你要娶江时苑。江时苑出现前，他的绿初又听话又孝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的忤逆。你说是不是江时苑逼你的？他耍了什么花招，让你不得不承诺你会娶她？我早与你说了，我已经为你定了尚书府的千金，尚书府能为你的前途助力，那才是你的良配。你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啊？我是你母亲，我是这天底下最爱你的人，娘难道还会害你吗？不是，他没有逼我，也没有耍花招，是我求他的。我求他等我3年，我求他不要离开我，好了吗？满意了吗？沈绿初说完，耳边浮现的是苏黎洛说的话，脑海中回想着近来江时苑的种种，他拒绝的名帖，他退回来的东西，他冷眼看着他的厌恶。难道江时苑真的不要他了？沈绿初，你也要学你父亲一样跟我作对，你也想要我去死，是不是？小婶婶，你去忙你的，我身边有红豆。余良在暗处，小婶婶有事呼叫余良就好。裴子也嘱咐了一句，转身快步地走向苏黎洛。苏小鱼，你也来赴宴？你昨天怎么没来？我等你半天，还以为你出事了。抱歉，公子认错人了。江时苑，别装的事儿对不住啊，我先向你道个歉。不用，已经翻篇了。听说你要成亲了？下月初8。什么？我大婚。周景深瞳孔猛地一震。下月初8。什么？我大婚。周景深瞳孔猛地一震。是吗？是这么快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起过啊？突然就要和裴子野成亲了？不是裴子野，我要和裴太傅成亲了。和谁？和裴太傅？江时苑和裴太傅？周景深的脑海中呼啸一声，像是闪过一道闪电。所以那天在天香居，他没有看错，上楼的那个人就是江时苑。那天和裴彻在楼上用膳的太傅夫人就是江时苑。江时苑已经走开了，他还处在原地。江时苑怎么会搭上裴太傅呢？明明是2个从来都没有交集的人。不是，江时苑要嫁裴太傅了，那绿初怎么办啊？沈绿初还在彻夜苦读，还心心念念着要春闱之后迎娶江时苑进门。绿初，江时苑……他动作猛地一顿，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江时苑怎么了？说还是不说呀？忽的，周景深的脑海中浮现出文和郡主那英质的面庞。景深啊，绿初跟你不一样，以后除了读书不要来找他，好吗？他要是被带坏了，文姨会生气的。年幼的时候，文和郡主把他叫住，拉到角落时的警告在耳边浮现。没什么，我就是想说江时苑会不会真的要成亲了？和裴子野吗？不可能。苏黎洛是故意的吗？故意真假混淆，给他们报的假消息？裴子也是不可能，但是裴太傅就很有可能啊。江时苑就在里边，
你要是有什么话有什么问题，当面问问不就清楚了？反正人就在这里，沈绿初要是想知道，他一问便知。他确实有话想问，他想问问江时院还能不能给他一个机会，他有些后悔了。夜色宜人，感谢诸位才子佳人们前来赴宴，与本皇子一起欣赏这块绝世美玉。哟，沈世子也来了，难得呀，那待会儿可得多饮几杯。等下宴会散了，我就去找江时远，我要当面向他道歉。听到我道歉，他应该会原谅我吧？他一向都很心软。待会儿给你看场好戏。都快入座吧，本皇子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今天的宴会了。谢景修跨步上前，在上首的主位坐下。杨三小姐，少吃点，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男人虽然喜欢丰满一点的女人，但不是你这样5大3粗的。大殿中鸦雀无声，杨三姑娘一张脸又红又白。江时院望过去，那杨三姑娘一张圆脸，只是比旁人稍稍丰韵了一些。怎么回事？是要哭了吗？哎呀，本皇子开个玩笑而已。吃吧吃吧，来人，再给杨三小姐添10碟点心，省得杨三小姐哭鼻子，回家告状说在这没吃饱。你那御史老爹呀，又要参本皇子了。江时院皱了皱眉，谢景修就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都不说话呀？哎，是本皇子的不对，怪本皇子嘴快，本皇子罚酒1杯。谢景修端起酒杯，脸上挂着笑。他虽说自罚，但是谁也不敢让他一个人喝呀，纷纷举起酒杯，底下奉承不断。江大小姐，你为什么不喝呀？五皇子他饮不得酒，他饮不得酒。沈绿初扭头望向裴子野，眼中怒意翻涌。裴子野也看着沈绿初，觉得莫名其妙。沈绿初站起来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小叔临走时特意交代，让他盯着小婶婶，绝对不能沾酒，一滴都不行，就连果酿、酒糟鱼、酒酿圆子都不可以。裴公子护着自家人就算了，沈世子这是做什么？难不成你与江大小姐？五皇子何必强人所难？他喝不了，这杯我替他喝了。啊，别喝！动作快的江时院都来不及阻止。这是我抢你最后一次。五皇子看着苏黎洛，不仅打断了他预备羞辱江时院的话，还把自己准备给江时院的酒喝了，眸底布满了不悦。爱逞强是不是？好，给你机会。苏小姐好酒量，本皇子很是欣赏。早就听闻苏小姐自小习琴，不知今日能否听上一曲啊？荣幸之至。苏黎洛在众人的注视下起身上前，纤纤素手随手一拨，传音绕梁。这琴弹得真好啊！那还用说，苏黎洛的生母生前便是靠着一曲琴音名动满京。周围响起了小小的议论。江时院一怔，他想起来了，那年他随着母亲去尚书府赴宴，尚书府的夫人不知为何提议要让在座的孩子们比一比才艺，他也参加了。比赛前，苏黎洛找到他，问他能不能让他。江时院拒绝，因为他想赢，他想证明娘亲才不是他们口中的粗鄙悍妇，他会的是保家卫国的真功夫。比赛开始，苏黎洛弹了琴，他舞了一套鞭法。苏黎洛弹琴的时候断了一根弦，江时院的鞭法赢了。最后尚书府的夫人送给他一个漂亮的琴穗作为彩头。是那个琴穗。就在这时，铮的一声断弦声传来，琴声戛然而止，就如当年的比试那般。如果输了，你就自己去跟你父亲说你不学琴了。我早就说过，你不是这块料，你连江时院那个小土匪都赢不了。为什么呀？只是一个琴穗而已，为什么江时院不能让我？为什么琴弦偏偏这个时候断？明明是好好的，我检查过了，那是娘亲留给我的琴，我每天都认真检查过的。苏大小姐这琴声也不过如此呀。
本皇子还以为妙手琴音的女儿会很不一样，听起来连勾栏里的都比不上。五皇子慎言，流连勾栏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吗？接景修立刻向手下的陆元思使了使眼色，陆元思会意，趁着所有人不注意，悄悄地溜了出去。但是不等他出门，另外的一道身影已是先他一步追了出去。还有人要表演才艺吗？长夜漫漫，光喝酒也没什么意思。没有吗？那可真无趣啊。有。哦，江大小姐想要表演什么？天天弹琴唱曲的，我想五皇子也看腻了。我给你表演个新鲜的，只是我有个习惯，我没演够是不会停下来的。五皇子到时候多担待。那本皇子等着开演了，请吧。手腕再一转，长鞭如灵蛇在空中舞动，那鞭声如疾风骤雨，又像惊涛骇浪。舞鞭的人更是猎猎生风，英姿勃发。申律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姜时苑。姜时苑，你竟敢以下犯上！娘亲教他的鞭法，除了能保家卫国，还能惩恶扬善。来人，来人，把这疯女人给我拖下去！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我家的姑娘，未来的太傅夫人，太傅大人的心尖宠金疙瘩。我家太傅大人说了，京城的天很高，我家姑娘捅不下来，就算捅下来也有他撑着。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打扰我们太傅夫人的雅兴？原本要上前帮忙的人全都停下了脚步。姜时苑，你好大胆！我这就去找父皇。他说什么？姜时苑怎么成了太傅夫人？一定是他听错了，怎么可能呢？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呀？律初，姜时苑他真的要成亲了？不可能，是假的。不是说裴子野吗？怎么又变成裴彻了？若是真的，裴彻怎么不来？他不知道谢景修是什么德行吗？他不知道谢景修跟姜家不对付吗？他不知道10年前谢景修就欺负过姜时苑吗？是我，10年前是我替他挡的酒，对，是我替他解围。他喜欢的是我，他一直喜欢的是我，他还答应嫁给我，是假的。就是你说他是不是要报复我？我去找他问清楚。你还嫌这不够乱的吗？你是想害死谁呀？父皇，您快去救救皇兄啊！他就要被人打死了！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敢对皇子动武？是姜时苑。姜时苑怎么会打你皇兄？她一个小姑娘。父皇，是真的，姜时苑拿着鞭子追着皇兄打，那鞭子还是他娘留给他的。父皇记得吗？当初姜时苑的父母阵亡，连尸骨都没找到，只找到了他娘亲的一条长鞭。唉，是我对不住怀成夫妇啊。姜时苑为什么要打你皇兄？因为皇兄要逼姜时苑喝酒，姜时苑不愿意。姜时苑好大的胆，一杯酒而已。就算是国公府的孙小姐被皇兄当众灌药，礼部侍郎千金被皇兄踹下湖，他们都不敢拒绝。姜时苑竟然当众就翻了脸。什么？好啊，好一个心怀大义、宽仁厚德，当朕这个皇帝是瞎了是不是？你皇兄这般行事，就没人劝诫一二？国公府和侍郎府为何从没向朕弹劾过？你皇兄这般行事，就没人劝诫一二？国公府和侍郎府为何从没向朕弹劾过？他们哪敢？皇兄说他们要敢弹劾，就把他们的女儿纳入府当妾，百般搓磨。岂有此理！父皇，除了姜时苑，还得治裴太傅的罪，都是裴太傅给姜时苑撑腰，姜时苑才敢这么嚣张的。说着，谢若若又把红豆的话一字不落地转述了一遍。裴太傅这是不仅没把皇兄放在眼里，甚至是没把父皇您放在眼里呀！这话一点也不像裴彻的作风。不过这也不是第一回了，3年前他不就莽撞的像个愣头青一样吗？挺好，人有七情六欲才好掌控。若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姜时苑，他也不会把重权交予他。或许也不单单是因为一杯酒的事吧。姜时苑一直觉得
当初散布他爹娘谣言的就是皇兄，他这是在趁机报复。